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样使用 WordPress 结合我们的 WooCommerce，搭建一个专业的跨境电商网站，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个独立站。我知道一听到电商网站，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难，但其实的话并不难。我们从头开始，我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做。等你看完视频，你就会拥有你自己的一个电商独立网站。当然，为了更快速、更方便的搭建这个独立网站，我们会用到一些比较优秀的 WordPress 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模板。你可以轻松的设计这个网站，而且你不需要懂代码。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网站不仅可以在电脑上显示的很好看，而且我们不管是在平板电脑上，还是说在手机上，它依然的话可以显示的非常的完美。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先保存一下这个视频，在视频的右下角这里有3个点，你可以点击这个加号，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先保存下来。这样的话，你后面的话就会更方便的找到这个视频。首先，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站的话，大概的话会做成什么样子。最上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顶部的一个导航栏，这里有我们商店，商店里的话有我们的一个销售产品的一个分类。比如说我今天做的是一个服装网站，有我的上衣、下装热卖新品等等。中间的话是我们的 logo， 右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些个人中心。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订单、我们的一个付款方式、我们的一个账户的一个详情。这里有个搜索按钮，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话进行搜索。这里有购物车。最上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轮播图，其用到的所有这些图片的话都是我用 AI 生成的，没有任何的版权。如果说你在跟着有风做这个网站的时候，你没有这些素材，那我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放了一个链接，可以先下载下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导航，我们点击一下它就会跳转到相关的一个产品页面。再往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些新品，或者说你可以设置成你的一些主推的一些款式。那我们点击一下它就会跳转到相关的一个产品的页面。这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品牌简介，下面的话还有一些顾客的一些评价，我们都可以设置。第一步的话，我们还有我们整个网站写的一些博客文章，因为如果我们要做独立站的话，你网站里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写一些文章，这样的话你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流量。拉到最底部的话，我们一些品牌的一些介绍，还有我们的一些我的账户客户服务相关的一些设置。最底部的话是我们的一些版权信息，我们的一些服务条款、隐私政策等等。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设置成英文、中文、日文，任何语言都可以，方法和原理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网站里面的话这里有个商店最底部你点击这个商店以后的话，它会跳转到我们相关的一个产品页面。这里有一个博客，点击博客以后的话，会显示出我们写好的一些文章。那我们随便点开一个它就会显示我们文章的一些具体详情。这里有个常见问题，在常见问题这个页面的话，这里可以设置一些我们网店里面会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联系我们，它会跳转到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在联系我们的页面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这里的话可以提交它的一些信息，提交它一些问题，点击这个提交就可以了。左边有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联系方式，还有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在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品牌的话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网站的话，它是具有付款的功能的。在视频最后，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来设置我们的一个付款的一个系统。我们的付款系统，我随便点一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点这个产品，我想购买这个产品，首先我点击这里有个加入购物车。我点一下它，加入购物车以后，它就会跑到我的右上角有个购物车里面来。我们点击这里去结账，去结账以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它会显示我们的所有订单的一个价格。左边的话可以填上我们的名字、我们的收款地址。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支持我们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付款方式，不管是 Visa、万斯达、Master 或者说银联。或者说你可以用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或者是 PayPal 支付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在视频里面的话我都会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结构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吧。首先我们需要给我们网站找一个家，也就是一个主机主机的话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你的网站的所有文件的话都会放在里面，而且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运行，可以让大家随时随地访问你的网站。我测试过非常多的一个主机最终的话我选择了 Hostinger。Hostinger 它在同等价格上的话，它的功能最多，而且非常的安全稳定。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现在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把视频下方描述里面这个链接的话，我已经放在里面了。兄弟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第一次进来的话，如果说你看到界面的话是英文，那你点击左上角这个
国旗这个地方点一下它，这里的话你可以把它选成一个中文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享受优惠，点击一下它它一共提供了3个套餐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选择中间这个套餐就可以了。在这个主机里面，我们可以做100个网站，可以非常完美的托管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有200GB 的一个存储空间，它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它这个免费域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购买他们的1年的一个主机服务，它会赠送我们第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像有风这个做的网站，这个有风 AI.com，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址。作为一个网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网址。它还有一个无限制的免费的 SSL 的话，它是一个加密传输，可以让我们网站在传输数据的话，通过加密更安全的方式进行一个发送。所以我最喜欢的这个套餐它的有一点，它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每日的一个备份，因为做一个电商网站的话，每日的备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选的第一个套餐，它只能进行一个每周的备份中间这个套餐它可以进行一个每日的一个系统自动备份。一旦当我们的网站做起来以后，随时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个来自各方面的一个攻击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 Hostinger 的话，它还是非常的安全。但是如果说你的网站有问题，那我们可以通过备份的话，可以瞬间恢复到你的网站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还有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基于我们 WooCommerce 的优化。今天因为 WordPress 的话，它搭建网站，它只是一个博客网站。如果说我们网站里面想要进行销售卖东西，做成一个电商网站，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WooCommerce 插件它优化了我们的 WooCommerce，非常非常的棒。还有一个免费的 CDN， 免费 CDN 的话，免费 CDN 它就是一个全球加速，它会把我们的网站的一些文件放到全球非常主流的一个不同国家的一个服务器。比如说我们的访客从美国访问，他就从美国的服务器调用数据，这样的话美国的朋友的话，他可能访问起来就更快。如果有朋友从新加坡访问我们的网站，他就从新加坡调用数据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服务器的话基本上遍布全球。我们选择中间这里，选择这个套餐，点击一下它。好，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要选择你要购买的一个时间，因为刚才显示的只是1个月的价格。那买48个月的话是最便宜的，48个月算下来的话，每个月也就23块钱1个月，那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做一个网站1个月只要20多，那你算下来1年也才200多块钱，非常便宜。那如果你买48个月的话，它还另外赠送你3个月。我们做网站的话，不可能说只做2个月。那做网站都是一个要做非常长久才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一般都是按年计算，做1年、3年、5年。在 Hostinger 它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证，所以我们在前期选的时候，你可以时间选长一点，如果30天以内你不满意，到时候申请退款就可以了。或者说你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先买一个24个月、2年也可以，或者说先买12个月，那都没有问题选好以后的，比如说我选了48个月，选好以后往下面拉。这里的话需要创建你的账号，这里输入你的邮箱填一个密码，或者说你直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就可以了付款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用支付宝付款，那可以用你信用卡付款，或者说银联卡，我们中国的银行卡付款也可以，或者说用我们的 PayPal 付款。那如果说你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点进来以后的话，那你还可以优惠20%。再就是在你原来价格的基础上还会优惠20%，这里面的信息可以先不用填，居住的国家你可以真实填写就填中国就可以了这些地址可以先不用填。在最底部的话，这里填上你的一些账号信息，提交一个安全付款就可以了，30天退款保证。Hostinger 购买完以后的话，这就来到我们的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这就是我们的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网站。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增加网站，我们这里的话可以来创建我们的网站。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如果说你第一次购买了它1年的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它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第1年域名你不用给钱，那你在后台去申请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的域名的话，我已经免费领取到了。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域名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你可以先用临时域名先来制作感受一下，到时候的话，如果你网站做好以后，把这个域名的话，临时域名改成你的一个正式域名也可以，也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先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增加网站，那我们选择第一个用 WordPress 搭建。WordPress 的话，它是全球的话非常非常主流的一个网站建设的一个工具，基本上大多数网站都是基于这个程序创建的它非常的强大。
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你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管理语言，也就是你网站后台的一个语言支持全球非常多主流的语言都是支持的。这里填入一个管理员的一个邮箱，还有输入一下你的密码，这个就是到时候登录我们网站后台的一个邮箱和密码，大家的话一定要设好。设好以后点击下一个。那这里的话，他问你想建立什么样的类型的网站，我们选择一个在线商店，点击下一个。你准备怎么样开始构建你的在线商店？那这里的话，我们这里不用选它，无所谓，因为在后面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用其他专业的一个电商模板来搭建我们这个网站。这里的话，我们直接点击右下角这个跳过就可以了。接下来他问我们要不要我在我们的在线商店里面安装一些插件。插件的话，这里的话我们也先暂时不需要，我们点击跳过。这里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个内容，这里我们也不需要，我们点击跳过。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域名，那我们可以先用这个临时域名搭建的，后面我们搭建好了，把这个域名改成我们的正式域名就可以了。我们点击这里可以使用临时域名先建一个，把这个 WordPress 也就是我们的网站程序进行一个安装。安装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网站的后台了。这里安装的话，大概可能需要等到1分钟左右安装好以后，它就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网站后台。好，我们的网站的话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以后的话，如果下一次你还想找到你这个后台，你看这个就是它给我们的分配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域名。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这就是帮我们做的一个临时的域名。打开以后的话，我们网站的话大概的话就长这个样。如果你的域名申领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连接到域名。这里的话你就可以点击它，把你的域名的话连接过来就可以，因为它默认的话，刚才我们用临时域名创建，临时域名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话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这个域名，点击下一个。这个域名的话已经连接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返回。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个域名，我们点开看一下你看它就说明我们的域名的话已经连接成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网站以后的话，我们这里有个控制面板。我们点一下它，点开以后的话，我们再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一个安全，点一下安全。安全的话，这里有个 SSL， 我们一定要点一下它。SSL 刚才有朋友说它是一个数据加密传输，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我们直接点击一下安装就可以了。你的域名正在安装，我们这里稍微等待一下，等它安装完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网站的后台了。这里安装的话，可能需要等个1到2分钟，2到3分钟左右。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安装好的话，你进入你的网站后台，你这样你就刷新就打不开。下次的话，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网站后台也非常简单，前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域名，后面的话你输入一个 WP-ADMIN 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一个网站后台。因为我们刚才这里 SSL 证书的话正在安装安装完以后的话，我们才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这里我们需要稍微等待一下。好，我们这里 SSL 证书的话，你看它这里显示打个勾已激活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进入后台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有个控制面板。控制面板的话，右上角这里有个管理面板，我们点一下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后台。我们现在的话，你看它已经自动跳转过来了。还有一种方式进入我们后台方式，就是刚才有朋说的，在你的网站的域名的最后输入一个 WP-ADMIN 我们按一下回车，它同样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网站的后台。这样的话我也同时进来了。这就是进入我们网站后台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式。接下来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设置。那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仪表盘，我们点一下它，这就是我们网站后台的一个首页。我建议大家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首页的话，先把它放到你的一个收藏夹里面来，然后直接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把它拖，你看拖到这个位置来。下次的话，我们再点一下它，进入后台的话就比较方便。因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长什么样。现在以默认这种情况下，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粘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们首页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把我们的网站的话做成这样漂亮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网站。后台的话，我们需要让它稍微变得简洁一点。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个不再显示。右上角的话，这里有个显示选项，你一定要在这个仪表盘里面来设置。仪表盘点一下这里有个显示选项我希望下面这些不要出现，因为看的太多太乱我可以把这些勾的话全部去掉
让我的后台首页看起来更简洁一些。左边这里有个文章，我们点击一下文章啊，文章里面它默认的话帮我们写好一些文章，我们不需要，我们先把它删掉，把它勾选中。这里有一个移到回收站，点击一下应用啊，在回收站里面再点一下，再点一下它，这里点击个永久删除，这样的话我们的默认的文章就被删掉了。我们来到这个页面。页面的话，这里面有一些我们不需要的内容，也把它勾起来。这里批量操作移到回收站，应用也是同样的把它删掉，然后再到回收站里面来把它永久删除掉就行了。再来到我们这个插件页面，插件点一下插件，它默认的话会帮我们安装几个插件键的，因为我们网站里面不需要的内容，我们尽量把它删掉。这样的话可以加快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的速度。然后我们把它全选，全选以后的话，等这个批量操作，这里有个禁用，我们点击应用一下，把这些插件全部禁用掉。啊，我们只留下这个插件，这里叫做一个缓存插件。缓存插件的话，它有什么用呢？就可以加快我们的网页的一个访问速度。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先不启用。因为如果我把这个缓存插件启用以后的话，那等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些设置它不会实时预览。当我们整个网站做好以后的话，我们再来启用这个缓存插件啊。其他所有的插件我们都把它勾上啊，这里批量操作把它删掉就可以了啊，删掉一些最后的话只留下这个缓存插件。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名字，点击设置，设置这里有个常规，这个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名字。你看，点击左上角这个也是我们名字，你点击查看站点，站点的最顶部这里，你看这个它会显示我们的网站名字，我们把它改一下。那这里的话可以改成你的品牌的名字。那我比如说我们站点的话改成一个我是有风。那我这个频道的话，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些做跨境电商的一些知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我这个频道。啊，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站点的一个语言，你可以选择其他任何国家的语言呢都没有问题。啊，设好以后的话，点击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啊，保存更改以后，我们在后台在我们的首页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首页的名字的话，它就已经更改了。啊，下面的话，你也可以写一个副标题，对你的品牌、对你的网站的话，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阐述。接下来我们来安装一下我们在线商店的一个模板，因为默认的这个模板的话不是一个电商的一个主题模板，那我们现在需要安装一个像有风这个网站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电商模板。那今天我们要用到的一个专业的电商模板，它的名字叫做 Flateson 的话，它是一款专门为我们做电商网站设计的一个主题。这款主题的话，它自带了一个页面构建器啊，页面加载的速度的话，会比其他比如说像 Elementor 主题的会快很多。这个主题的话，主要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电商独立站啊、外贸啊、在线商城等等。同时的话，它也是这个 ThemeForce 也就是我们主题森林里面卖的最好的一款电商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模板。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左上角这里有个 WordPress， 这里有个电商 e-commerce， 点一下它。e-commerce 我们这里选择 WooCommerce 的话，你可以看到啊，这款主题的话销量排第一，那它一共销售了20多万份出去，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个增加到购物车啊，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增加到购物车，那下单付款就可以了啊。当你付完款以后的话，它会给你一个这个主题的一个license，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注册码。啊，有了这个注册码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安装到你的网站里面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59太贵了，作为一个新手，那我还给大家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的名字，我们打开百度，把它的名字的全称的话粘贴进来。那你可以在百度搜，那有很多网站的话也在销售这个主题，但是会便宜很多。比如说这个网站就在卖它这个主题，它只卖8.99，也就是9块钱左右。那作为一个新手，如果暂时你不商用，那你可以来买一下这样的一个主题，去买一下这个主题，用于一个个人的一个测试用。但是如果说你的电商的话要有商用，那你是真的要搭建一个独立站，那销售卖到国外，我们一定要支持正版，支持产权。如果你把百度里面买的几块钱这种主题的话用来商用的话，你的网站的话可能会面临一个法律的一个风险，还有一个网站的一个安全的风险。所以最后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独立站的销售到国外，一定要来购买这个正版就可以了。今天的话，大家跟着我演示的话，你可以先在百度里面先买一个几块钱的，先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当你的主题下载购买完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主题，点击这个主题，它里面的话默认的话帮我们安装好了一些主题这些主题的话我们不需要，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安装新主题，这里点击一个上传主题，把我们刚才购买好的主题上传进来就可以了这里选择文件，把我们的主题文件的话传进来，我们选择这个主题安装包，选择第一个把它传进来，这里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有个启用就可以了。启用以后的话，这里有一个设置向导，那我们这里先不需要设置，这里的话我们先不用，然后这里点击一个返回这个 WordPress 模板，点一下它。这上面的话有一个段英文，他说这个主题需要安装这些，我们先不用管它，点这个叉关掉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制作我们页面比较常用的一些页面比如说我们的博客常见问题，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这些页面的话都比较固定。那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些页面的话先来建好，还有我们的首页先来建好。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有个页面，这里有个新页面，我们点击一下它。比如说第一个页面的话就是我们的首页，我们先把这个页面的话建好，首页点击右边这个发布就可以了。这里再点这个新页面，我们再来建一个，比如说关于我们同时的话也是点这个发布就可以了再点新页面，再来一个联系我们，再点一个发布再来一个新页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常见问题也是点击这个发布。还有一个最后的话就是还有我们的博客我们在这里博客也是点击一个发布。但如果你做的是国外做的是英文的话，你把这些输入成英文就可以了。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话，我们首页的稍微变了一下，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页面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点击页面，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建的所有页面比如说这个首页，我们来这里点击一下查看。查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页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最顶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有个首页，就是前面的一个域名，后面还有一条斜杠才是我们的首页。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建的这个首页的话，变成我们输入网址以后进来的话，它会显示的这个页面。那怎么设置呢？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设置，点击这里有个阅读。阅读的话，这里有个你的主页显示，我们这里显示一个静态页。主页的话，我们就选择我们刚才这个首页。文章页的话，我们就选择我们的博客页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我们的首页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建的一个空白的首页，现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往里面慢慢的加一些东西进来。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顶部的一个菜单栏大概的话就是我们顶部这个菜单，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外观，这里有一个菜单。菜单的话，我们这里菜单的名字我们可以写个比如说主菜单这里的话显示的位置的话，我们就显示到这个这个位置。点击一个创建菜单，创建菜单以后的话，这里的话左边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查看所有，把我们的首页、博客页、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常见问题这些的话全部都增加过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有了，点击这里有个保存菜单，再来我们的首页来刷新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的话，我们的一个导航栏的话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顶部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装修一下我们这个首页，因为现在首页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这里点击页面，所有页面，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设置的首页的话，中间来了一杠，后面的首页它现在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首页。那我们现在需要来编辑一下它。那怎么编辑呢？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用这个 UX 进行一个编辑，点击一下它。那就不要点第一个，我们点这第二个，点一下它。或者说，如果说你在首页的话，你直接可以点击这个编辑页面，使用这个 UX 编辑，那都是一样的。做一个女装电商网站为例，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同时的话，我希望大家的话把这个 GPT 的话也打开。GPT 的话，它可以帮我们来写一些文案，来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非常的方便。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它的网址就是 chatgpt.com。我给 GPT 提示语是这样的：你现在是一名跨境电商运营专家，与一名国际大牌女装品牌主理人相结合的人今天的话，我准备做一个女装电商网站一会的话，我会请你帮忙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先来定一下 GPT 的一个身份，等一下的话，它会根据这个行业来帮我们提供一些答案。那我们先放在这个地方。
在做网站之前的话，你可以先参考一些国际的一些主流大牌的网站啊，他们是怎么样做的。我今天在做之前的话，也是参考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网站，告诉他，请告诉我一些国际女装大牌的品牌，同时的话给我对应的一个链接他会告诉我这些，比如说迪奥啊，他会给我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些品牌。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它你就可以来到他们的一些官方网站你可以从他们的一些官方网站里面的话来获取一些灵感。那建议大家的话，在做之前的话，可以先去参考一下。这上面的一些关键词，你可以换成你的行业的一些关键词就可以了。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来设计一下。当你参考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设计了。那首先的话，我们来做一下我们顶部这个轮播图。轮播图之前的话，你首先先要把图片准好我今天在用到这个图片的话，那我是用 Midjourney 来生成的。Midjourney 的话，它是一款非常强大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它现在生成出来的图片的话，基本上和我们真实拍摄的图片感觉都差不多了。那如果说你现在还不会的话，一定要学一下这些最基本的 AI 知识。那如果你之前还没用过 Midjourney 来生成照片的话，那我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链接。非常基础的一个新手教程，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注册这个 Midjourney 账号，怎么样来生成图片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今天所有用到的图片的话，都是用我这个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如果你的素材这些图片还没准备好的话，视频下方我也放了一个我今天用到的所有素材的一个下载链接，大家可以先把这些素材下载下来，先跟着我操作一遍。那首先我们来设置我们顶部这个轮播图，我来教大家设置一下。第一次进来的话，它这个编辑器的话，就是左边的话，这里可以增加我们里面所有用到的一些元素右边的话，这里有个手机端的效果，或者平板电脑端的一个效果，还有我们电脑端的效果，这边的话都可以看这两个按钮就是一个撤销重做都可以。那首先我们点击左边这个增加元素，我们选择这个 texture， 选择这个第二个，选好以后的话，我们用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点一下第一个，拉到最底部这个应用一下。把这个区域命个名，就是方便以后我们自己区分。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一个轮播图，名字写好以后，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应用一下点击一下更新。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加号，点一下一个增加一个元素，或者说你直接点击左边这里，就是它下面这里一个增加一个区域也是可以的都没有问题。点击这个增加元素。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slider， 我们点一下它。这个增加好以后，你看不到有任何变化，没有关系。我们点击这个返回你可以看到这里 slider 我们已经加进来了。我们再点这里一个加号，再往里面加一个我们的一个横幅，加一个我们的一个图片进来，点击这个加号。这次的话，我们这里搜索一个 banner， 点下来就是这个。这样的话，我们的图片的话就会加进来。左边的话，我们选择左边的话，我们拉到最底部，我们选择这个 badge 的它，来点一下它，这里点击一下应用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 banner 的一个高度，我们可以这里是默认是400，我们可以把它改成600，可以让它稍微高一点。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图片，那我们选择左边这里有个图片，点击一下它，可以把我们刚才把我们的图片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之前的话已经用 AI 的话已经生成好了，直接把它保存下来，点击这里有上传文件，点击这个选择文件。我的注册文件的话，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大家可以去下载，放到这个海报文件里面的，里面有今天我们用到的所有的图片，我都会放在里面。那第一次我们可以 Ctrl+A 全选，先把这些所有的照片的话先传进来，把我们要用到的这个美女图片点击一下它，这里选择使用这个图片，然后它就会被加载进来。它默认显示的尺寸是1024乘一个1024，这个尺寸的话它显示的不是很清晰，我们把它改成一个1536乘一个1536，这样看起来会更清晰一些。当然的话还可以更大但是如果太大的话，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网站的一个加载的一个速度。我们选这个1536就差不多了。这个左下角这里有个这个符号，向左的这个符号，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它没有全宽显示，我们需要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全宽显示。我们把这个收回来，点击这个地方有个设置按钮，这个是左上角这个位置，点一下它。这里往下面拉，这里有个模板，我们选择一个页面全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就会把我们整个页面的话都会拉通，这样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大气。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按钮，可以随时返回我们这个主菜单，双击一下它，让你又可以进来。在下面有一个 overlay， 就是它的覆盖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往右边拉，你可以看到它会越来越黑；往左边，它就会非常的明亮。
那我们需要我拉到中间比较合适的位置，因为我们要凸显前面的文字，那后面的话就不能太白了。那你可以适当的往右边拉那么一点点，大概位置的话，这样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那现在的话，我们需要更改一下上面那个文字，那你只需要双击一下它，然后它就会跳出我们更改的这个页面。那这里面的文字信息的话，如果你不会写没关系，我们可以交给 GPT 的话来帮我们写一下。因为这个 slogan 的话，就是主图海报上面 slogan 还是非常重要。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我说你现在是一名专业的国际大牌女装品牌的一个主理人，我现在准备设计一张海报帮我想一些上面的广告语用英文写它里面的话帮我想了很多，你可以随便的话可以选一个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可以叫它同时翻译成一个中文。那我看了一下，我觉得第18个还可以，时尚、经典、难忘。那我就选择第8个。那比如说我可以复制一下它。那回到我这个界面，那第一个的话就是 summer， 比如说2017，我可以改成2024。马上夏天就到了，我们改成2024。下面这个广告语就改成我们刚才的这个时尚经典难忘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全部填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OK 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按点了，这个按钮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双击一下它可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商品页。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商品页还没有做好，等一下我们做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加上一个链接，它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跳转。那上面的文字的话，你可以更改，双击一下它，这里有个 Show Now， 那你可以改一下上面的一个文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进行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字体字号还有颜色，让我们整个网站的话看起来的话更统一。那刚才这个地方我们设置好，一定要点击一下这个地方，在左下角这个应用点击一下更新。咱们设置一下我们全局的一个字体和颜色怎么设？我们复制一下我们这个网址，我们首页的一个网址，在这个页面的话，我们来打开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话已经有一点点效果了。我们这里点击这里有个自定义，那这里有个 style， 我们选择一下，我们再选择第一个就是一个字体，我们先选择一下它，点一下它。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整个网页的一些默认的一些字体。那如果说你不知道用什么字体好，那我们同样可以问一下我们的 GPT。因为如果说你不懂设计的话，你可能自己搭配出来一些字体不好看，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看一下。那我问他，我说用什么字体好呢？在 WordPress 里面，他会给我一些字体，那我们可以在中间来选择一个你觉得可以的字体就行了。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我选择这个字体，我们来看一下，我复制一下它，回到我们这个设置页面，这里字体这里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下。这里的话我已经找到它了，选一下它，设好以后它右边的话它会进行一个更改。那下面的话所有的字体的话我们都可以统一一下，比如说都改成这个。还有下面这里导航字体我们都可以改一下，全部的话都跟它改统一一下，我建议大家。改好以后的话，我们记得点一下这个发布按钮，把它发布按钮就是确定一下。我们点击这个返回以后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整个网页的一个颜色，字体颜色，点击这个 color 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我们主要的一个字体的颜色，还有我们这下面这个还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辅助色。还有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颜色，还有我们的一个链接的颜色。这些颜色的话，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么配，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GPT。我说再帮我搭配一下字体的颜色，还有我们的辅助色，还有我们的标题颜色、链接的颜色。这里的话，它都会帮我们给出来。比如说这个颜色，深灰色、优雅、现代；次要颜色，浅褐色、温暖又高贵；基础颜色我们可以用白色、干净。而简约。这个标题颜色我们可以用深灰色突出重点。连接颜色我们可以用金棕色，显眼又时尚。这些颜色你全部选好以后，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主要颜色就是深灰色，我复制一下。那回到我们的后台，比如说我们主要颜色深灰色，我们选择一下它，把我们这上面这个代码的话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我们辅助色，都同样的原理都是一样，把我们这边的所有颜色复制过去就可以了。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基础色的话，他说用白色，基础色用白色，可能白色干净简约，但是我们的主题可能白色的话，等一下我们的字的话可能看不清，那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我们选一下它，我不用白色，我换成这种稍微灰一点的吧，不然等一下看不清。标题颜色的话可以改成一个深灰黑色，我复制一下它。我们的链接颜色，它用的金棕色，我复制一下它。我们的一个
当我们鼠标放在连接上的时候，它显示的一个颜色，我们也复制一下它，来到我们这个当鼠标划过的时候显示的颜色也是一样的，把它粘贴进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些主色调的话，差不多就已经设好了。设好以后，我们点一下发布就可以了。这里我们点击这个返回，再点一下这个返回。这里有个 layout 布局，来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整个网页的一个宽度，我觉得1300的话比较合适。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网页看起来的话就会更宽、更大气一些。设好以后，点击一个发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闭我们的页面，回到我们这个后台编辑页面。点击左下角更新，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来首页的话，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设的好效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模特这个头的话看不到了，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让它显示下来一点。很简单，我们点击这个图片，双击一下它。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这个按钮，是不是上下你可以拖动？比如说你想让它下来一点、上来一点都可以，我可以或者向右左右都可以。我把它拖到我最左上角，让它显示全。点击一下应用，点击一下更新，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这次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头部的话就全部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这个轮播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点间距，我们把它设置一下，让它是全部靠拢。我们在这个区域双击一下，就轮播图这个区域双击一下它。下面往下面这里有个 padding， 我们把它改成一个0就可以了。你看它自动就向上面靠拢了，然后点击一下应用更新。这是我们电脑端显示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很多流量的话都来自于我们手机端。可以点击一下右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平板端的话，这个图片显示的效果怎么样。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里的话显示的可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再来看一下我们手机端，手机端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模特的话不见了。可以设置一下它，我们双击一下它。如果我们更改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显示效果，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所以说我们手机端可以随便改。我们往右边拉，让我们的模特的话显示出来大概的话就是这个位置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来，我们点击一下应用更新就可以了。来，回到我们的电脑端，手机端如果这个图片太高的话，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双击一下它。这里600的话，我们觉得改成400可能就差不多了。如果太高，它可能占用的地方太多了。设置好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手机这里有一个绿色的点，说明的话，我们手机端它现在的话就和我们平板或者说我们电脑端就不一样了。这里它有个标，绿标有个绿点，那说明就是不一样点击一下应用更新。那么第一个轮播图设好以后，看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设置我们第2张轮播图，就像有风这个案例这个网站一样它可以左右的滚动。那我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那我们直接在这个 bullet 上面点一下右键，这里有个复制，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第2个复制一下，可以看到这上面的话有2个，是吧？它可以进行一个复制。那回到我先点一下这个电脑端，我们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2个，我们来设置一下第2个的。第2个原理都一样，双击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来更改一下我们这个图片，把图片改成另外一张比如说我改成这一张。上面的信息的话，我们也可以；文字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文字的话，这次的话，比如说我们把上面的话给删掉这是可以在这里写上你这件衣服的一个卖点。那我还是回到我这个页面，我随便复制一个过来吧，把我们这句话粘贴进来就可以了。那记得点一下这个左上角这 K 我们这个页面的话也设置好了，看左右都可以。那现在的话链接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的话产品还没上架，等下产品上架以后，我们可以把链接加过来。同样我们可以双击一下这个图片，我们可以把它拖到这个地方，左上角都可以，作为上下移都可以把它挪到左上角点击一下应用更新。同时的话，你最好来一下你的手机端来看一下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端看不清双击一下这个图片，同样的把它往中间挪弄一点点，让它至少要看得清楚。平板电脑端没有问题，就不用改它改好以后一定要点击一个应用更新，回到我们的一个电脑端接下来我们来做第2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些产品相关。上传产品之前的话，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里面安装一个电商的一个插件。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来到后台以后的话，左边的话这里有个插件，这里点击一个安装新插件。因为本身的话，这个 WordPress 的话，它只是一个博客系统，主要是用来发文章。如果说你想让它有电商的功能，那我们需要安装一个电商插件，叫做 WooCommerce。我们点一下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那有了这个插件以后，我们这个网站里面就可以上架产品销售产品了。那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启用，
把它启用成功以后的话，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后台。刷新后台以后的话，它这里会来到一个设置我的商店。这里的话我们不需要设置，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跳过引导设置。那这里选择一下你的企业在哪里，我们这里先随便选一个，点击这里有前往我的商店。那这个就是我们 WooCommerce， 它里面的话可以管理我们的订单，那我们可以来增加产品。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先来增加我们的一个产品。那增加产品的话，它里面有3种类型。第一种的话，就我们一个产品只有一个颜色、一个尺寸，那我会教大家怎么样设置。还有一种就是它一个产品的话，它有多个颜色、多个尺寸，码数的话有 S、M、L 3个码。这个的话设置它就稍微复杂一点，我等一下都会详细教大家。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一个组合套餐，几件衣服的话我可以合在一起买，它可能会更优惠一些，就是一个组合购买，就是我们的一个套餐。我们先来做第一个，我们一个产品只有一个颜色一个尺寸，那就是我们国内的话所说的，比如说女装就叫一个均码，它只有一个尺寸或者说只有一个颜色。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增加产品，选择第一个实体产品。那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写上我们的一个标题的一个名字，还有我们一些描述，还有一些简介等等。那如果说你不擅长写这些，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交给 AI 来帮我们来写。我来马上演示一下给大家看。首先的话，如果说你的 GPT 版本的话是一个 GPT-4，它可以生成照片，那同时的话，它也可以识别我们的照片。最近的话 GPT 它的最新模型 GPT-4o 的话，它更是非常的强大。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4的版本的话，我会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视频链接，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升级到我们的 GPT-4。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这里的话，我先选择一个 GPT-4o， 这里点击左下角这里，我们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图片的话先传进来，点击第3个从电脑上上传。比如说我随便选一张，我选这个，我会给它一段提示语。图片上传以后，加上我的提示语，我发送给他。我的提示语是这样的：你现在是一名电商运营专家与国际大牌女装的主理人请根据我这张图片帮我生成衣服的标题、描述还有标签其中的话描述的话要生成2种，第一种的话是产品的详细描述叫它用列表的形式进行一个表达，另外一种就是产品的一个简短的一个描述。因为我们在这个写标题的时候，这里第一个的话是详细的，下面的话还有一个简短的，我叫它2个都帮我生成。那我用来填到我的 WordPress 搭建的一个电商网站里面，叫它用中英文2个版本分别发给我你可以看到 GPT 的话，它已经帮我们的一个标题的话已经写好了，还有下面的话英文版本的话也写好了，那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话就是直接复制一下这个标题回到我们的 GPT 粘贴进来，把我们的一个产品描述的话那也可以直接复制过来，非常的简单。现在 GPT 有识图的功能，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以往的话，我们自己写的话，你可能要花非常多心思去想再加我们的一个产品简短的描述也复制一下它，填到我们最底部的一个简短的描述里面来。还有一些我们产品的一些标签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放到右边这里有个产品标签，我们可以粘贴进来。我们衣服是什么材质的，你看它都帮我们识别出来了，这里橙色什么夏季时尚等等。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产品的一个详细描述，那如果太短了的话，那你可以叫它产品详细描述再写详细一些这个时候它生成出来的一个内容的话，看起来的话就会更多它还会有更多专业的一些知识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也同样的复制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整个产品的一个描述的话就会更详细一些。这里的话填上我们的产品要销售的一个价格，比如说我这个卖99，如果说你想搞一个划线价的话，你下面的话可以设个89。这里库存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勾上这个此产品的跟踪库存数量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填一下你这个产品的一个数量允许缺货超售，这里选择不允许，卖完了就没有了这个库存的话就是设置库存不足的一个最低值，我们来设置一下，比如说设置成2。在这配送里面比如说你这个产品还有重量的话，你也可以填进来。然后这里运费的话我会在最后教大家怎么样设。我这个衣服的话，这个里面我一般都不会填全部填好以后，来到我们的右边的话，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图片，点击设置一下把我们的产品图的话传进来就可以，点击这个上传就可以了我把这件衣服的话传进来，
如果说你这个图片有多张照片的话，这里可以设置一个产品相册，点击一下增加产品相册你可以把你这个图片的话，如果你有多张照片的话，你可以按住 Ctrl 键，可以去多选这几个图片进来。选好以后，这里点击一个增加的相册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那里有个产品分类。第一个的话，它默认的话就是一个，如果说你的产品没有分类，它会自动归类到这个里面来。这里的话，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分类，比如说这是我的上装。如果说你对这个服装行业呢不是很了解呢，没有关系了，我们可以来到 GPT，我叫它给我一些分类。现在有了 AI， 有了 GPT， 然后每个人的话，你都可以成为某一个行业的一个专家。你看它女装分类可以帮我分成一个新款本季新品、热门单品、上装、下装、连衣裙外套等等我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上装，比如说下装都可以先来简单的进行一下设置我的一个分类。还有我的一个，比如说连衣裙，还有一个外套，还有套装，它什么按风格分类、按场合分类、按季节分类、按材质分类，你看帮我们分得非常非常的详细。那我们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用了。那你这件衣服的话，你想分到哪个类，那你就把它全勾到对应的一个类目就可以了。那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个按钮发布就可以了。发布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点击一下查看产品。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设置好的这个产品。我们这里设了一个划线价99实际售卖价格的话是一个89。左边的话，它这里会自动把我们打一个标，比如说促销中，因为我们这里设了一个划线价。那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划线价你直接把下面这个89卖多少就是多少删掉就可以了。点击一下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它左边这个促销按钮它会自动消失，这里就是我们卖的价格。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其他图片如果说都是同一款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单品一个产品一个颜色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产品它只有一个 SKU 这样子设置好了。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比如说你这个衣服有多个颜色，有多个尺码，红色、黄色、S、M、L 多个码怎么样的设置，我教大家一下同样的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新增，点一下它同样填入我们的一个产品名字。方法和一样，我们可以来到 GPT， 把我们比如说我们第2款的一个衣服的话传进来，你直接发送给他，就可以了。因为 GPT 的话，它有一个记忆功能，因为你之前已经告诉他叫他帮你识别这个图片，然后帮你生成标题描述。这次你发送给他以后，它会自动的也会帮我们生成对应的标题描述，还有我们的一些标签等等。你看这里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我们直接要做的话就是复制一下这个标题，粘贴到这个地方来，把我们的一个描述的话和刚才一样直接复制过来，和我们刚才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产品的简短描述我们也粘贴进来。这个地方这个产品数据的我们就选择这里一个可变产品，那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设置成多个 XQ。然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一个属性，属性的话我们这里就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颜色，来设置一下我们的颜色，这边填入我们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值，比如说红色。中间的话在英文状态下打一个竖线，再来一个比如说我这个还有黄色以此类推。后面的话你可以加个多个颜色，白色都可以，都没有问题。那不需要的话你把它删掉就可以了填好以后的话点一个保存属性。我们这个衣服的话可能还会有尺码，我们点击这里一个新增，新增的话这里输入一个尺码，尺码的话我们可能有 S 码，还有 M 码，可能还有 L 码中间的话我们把它在英文状态下打一个竖线进来点击一个保存属性。这样的话我们的颜色尺寸的话设好来到这里一个变量，变量的话这里点击一个生成变体点击一个 OK。 这个时候它会根据我们的颜色还有我们的一个尺寸全部帮我们生成好。红色20码，红色 M 红色 L 码都可以设置一下如果说你不想要其中一个，比如说 L 码不要，我可以点击右边这个把它删掉就可以了。你可以手动删L 码，我直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价格，我们点击这个增加，我们点击这里增加价格，我们可以来统一设置一下我们这个衣服卖多少钱呢？你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卖个119，点击一个增加价格，它会批量的话帮我们价格的话加进来，加进来以后我们点击这个编辑，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119。那如果你想单独设置的话，价格你可以在这里改也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衣服的话，默认显示什么颜色、什么词码，我们也可以选一下。比如说，默认显示红色，默认显示红色 M 码，那我们这里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设好以后，记得点击这个保存更改。上面的话，右边都是一样的。这里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图片，再设置一下我们产品相册图片。那你把你这款的衣服的话，其他颜色的码也加进来，按住 Ctrl 键可以多选照片。分类的话，你可以选一下你这个衣服的话属于连衣裙，你可以把它加到这个连衣裙里面来。同时如果它是本季的新品、最新款式热卖单品，你都可以把它勾上。你想分到哪个类里面来都没有问题，你只需要把它勾上就行了。不需要的话，你就把它不勾就可以。设好以后这里有个产品标签。同样的话，我们可以回到这边，把我们的一个产品标签的话复制过来，全部填好以后也是一样的，点击一个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效果。点击这里有个在查看之前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变量的话，这里有个编辑，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个图片，就是我们这个 SQ 的图片，比如说我这个是红色的，我先把这个红色的一个图片加进来，下面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 SQ 的图片，这里黄色，我点击编辑，增加一个黄色的图片进来就可以了。因为我这里只是举例，那我就随便设一个，大家只要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你可以对每一个 SQ 的话加全部设好以后，点击一个更新，点击这个查看产品，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比如说红色，可以选择黄色，它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对应的颜色。我选红色，它就会变成红色。选黄色，它就会变成黄色。下面的尺寸的话，我们也可以选好以后的话，也可以点击这里加入到购物车去结账就可以了。下面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描述，这边的话是我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简介，都会显示出来。接下来的话，我再来教大家怎么样来上传我们这种组合套餐，一次性销售多件产品。我可以把多件产品放在一个组合里面来，比如说上装有一件衬衣，下装有一个连衣裙，那我可以一起卖，我可以上一个组合的一个链接。那怎么做呢？我来教大家试一下。首先一样的，点击左边这里一个新增产品。新产品的话，我们这里填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名称。这个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格子连衣裙，第二个是印花连衣裙。我第一个就叫做格子连衣裙。价格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几个价格。中间这个描述的话，这些我们不用设它。那再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图片。选择这里设好我们的一个标题、价格、图片。这个地方有关键，大家要点一下这里目录可见，我们点击这个编辑，这里点击一下隐藏，因为我们这个设置是套餐，不用单独显示。点击一下发布。那么第一个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增加我们的第二个，点击这里一个新增。第二个的话，我们是印花连衣裙。同样的话，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价格199，设一下我们的一个图片。同样的话，这里点击这个编辑，同样是隐藏，点击发布。再来点击这个新增。新增的话，这里就填上我们这个组合的，比如组合购买连衣裙跟优惠，这就是我们这个标题，把这个标题填进来。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2张图片合在1张图片上我教大家怎么样做。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工具，比如说 Canva。Canva 的话，它是一个在线的一个设计工具。那我们可以直接的话来处理一下。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尺寸，设置一下，比如说我尺寸是800×800，点一下它。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写，可以写好以后这里点击一个创建新的设计，把我们刚才那2张照片的话给传进来。我们点击左边这里上传。我们2张照片的话，把它选中把它传进来。因为我之前传了就不传了，把这2张照片给我点进来。点进来以后的话，这里有个编辑图片，我把背景给去掉。这里个去背景的话，它需要 Canva 的一个会员才可以使用。如果说你没有它的一个会员的话，你这里有一个网站叫做 remove.bg， 这个网站的话也可以同样的去背景的，我们把我们的图片传进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传进来以后，它会自动的话也是帮我们把这个背景去掉。你可以看到背景去掉以后，你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下载下来以后，你再传到 Canva 里面来也是一样的。第二个连衣裙，我也点击这个编辑，把它背景去掉。背景去掉以后，我可以把这个图片的话稍微拉大那么一点点。这个图的话，我也可以拉大一点点。这样我2张图片设置好了。设置好以后，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分享，这里有个下载，点一下它。要把我们这个图片下载下来，存成一个 GPG、PNG 都可以，点击一个下载。图片下载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里，右边这里一个产品图片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下，
把我们刚才这图片的话直接拖进来，拖进去了。这里设置产品图片，那下面的话你可以产品相册，那你可以分别把这2款连衣裙的图片的话加进来就可以，点击增加到相册。这个单个产品这里我们选择一个成组产品的话，这里点击这里一个连锁产品，把我们把分组产品的一个。这里我们搜索一下我们刚才设置好的，比如说连衣裙，把我们刚才设置好这2个，比如说格子连衣裙，还有我们刚才那个印花连衣裙加进来。加进来以后的话，记得点一下这边这个更新设置好这个，点击一下更新或者发布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可以点击这个查看产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套餐。你看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单独选择，比如说我要买2个，这个也比如说格子连衣裙我买2件，印花连衣裙我买2件。这里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加入购物车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这种组合购买套餐的话一个设置方式。那如果说你想看到你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删掉，那前面是我们的域名，打一个斜杠，我输入一个 SHOP， 那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发布的产品的话都会展示出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上传更多的产品到我们的一个店铺里面来，方法都是一样的。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全部产品，这里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复制，那每个产品下面的话都有复制按钮。复制按钮的话，你后面的话设置起来可能速度就要快一点。你把里面的一个标题描述图片全部改好以后，可以先多发布几个产品上去。等一下我教大家操作的时候大家的话可能看起来整个页面的话会更舒服一些。好，我刚才产品的话已经上架完了，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全部产品，这里的话会显示我们刚才上架的所有产品它都会展示在里面来。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分类，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一个产品的分类。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分类的名字的话打到左边来，然后最底部的话点击一个增加就可以了。产品分类做好的话，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分类的一个图片，看左边这里有个图片，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那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有个编辑按钮，编辑按钮下面的话往下面拉，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分类的一个图片。不同的分类的话，你可以设置不同的一个照片，设好以后点击一下更新就可以了。我们第一个设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设置我们下一个图片的分类，都是一样的，都是点击这个编辑按钮。我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把我这些页面的话全部都打开一下，按住 Ctrl 键它就可以在新窗口打开。打开以后的话，我们来对我们每一个分类，比如说我的夏装，我也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对应的一个分类的一个照片。分类设置完之后，我们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产品对应的分类照片的话已经有了。这个分类的一个顺序的话，我们可以更改。比如说我把这个第一个没有分类的，我可以拖动它，我把它挪到最底部来，拖动就可以。最下面最右边这个按钮，我们可以拖动来更改它们的一个显示的顺序。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分类的话，加到我们的顶部上面来。我教大家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增加。同样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外观，这里有个菜单，这里的话，这里有往下面拉，这里有个产品类别，我们点一下它，我们把我们想要显示的菜单栏的一些加进来就可以了。点击这个增加到菜单栏，增加进来以后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显示的上装、下装、外套、连衣裙的话都会显示出来。我们点击一下它会跳转到我们对应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页面。点击首页，它会回到我们的首页。那我们也可以来进一步设置一下它，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左边这里有个商店，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个增加到菜单栏。增加到菜单栏以后的话，我们同样可以挪动一下它。比如说我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第2个位置，我可以把我下面这些的话拖到它下面来，往右边挪那么一点，它会成为它的一个2级菜单都可以同样的把它加进来。这个也是往拖到这个位置来，往后面挪一点，它就会成为它的2级菜单。OK， 我们来保存一下，保存以后我们来刷新看一下效果。这里就有个商店，你看下面它会显示对应的一个子类目。接下来我教大家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图片导航栏这个效果。来到我们的首页以后，同样点击这个编辑页面，使用这个 UX 进行一个编辑，点一下它。这次的话方法和刚才一样的，我们点击这边增加一个元素，点击这个 section，用第一个默认就可以了。点击最下面应用一下，
这个的话，我们把它命名一下，改成一个导航栏。名字写好以后，点击一个应用更新。那我们在左边的话，把每一个名字的话改一下。那到后我们后面的我们自己看上去的话，也会一目了然。我们点击中间这个增加元素，我们点击这个 row， 也就是我们类似表格这样的一个东西，点击一下它。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单栏，点击最下面一个应用一下。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增加元素，我们这里搜索一个，往下面拉，这里有个产品的分类就是这个，我们点一下它。它会被自动的加载进来。我们选择第一个默认就可以了。它后面的话有几种显示的方式，就是这种菜单栏的一种显示方式。你点了以后，你就会看到具体的一个效果，有这种圆角的这种形式的都有很多。那我们用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然后选择一个应用。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导航栏显示的具体效果。这里样式的话，我们这里有很多，你可以在里面设置一下。你看不同的样式的话，对应不同的效果。那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overlay， 我们选一下这个。那后面这个显示多少列，我们可以设。比如说我显示3列，显示2列，那你这里都可以设置4列、5列，那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显示一个3列的话，应该差不多，这样看起来的话也比较清楚。这里 slider 就是它的一种滚动的方式，我们就改成一个简单就可以了。David 这个 David 的。Color 的话就是我们滚动的一个导航的一个颜色，我们选择一个 Light 白。这里有个其他操作，其他操作里面我们可以显示你要显示哪些分类，这里面都可以选。比如说你只想要哪些分类出现了，你直接选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不选的话，默认的话，它会把所有的话都帮你展示出来。你看后面的话全部都有。那再往下面，这里有个图片，图片的话这里有个圆角，现在我们这个看的是一个正方形。那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它设成4%，那你可以看到它在下面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圆角，可能看起来更舒服一些。尺寸的话，我们选一下，我们选成这个1024，让它看起来的话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这个 overlay 就是它覆盖的一个颜色，我们来可以设一下。比如说我设成黑色，把周边透明度给降一下，我拉到最下面。那你越往后面拉的话，它会显示越黑。我觉得适中的差不多块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我们要看清图片的同时还需要看清我们上面的一个文字。那文本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到中间这个中间。对齐方式我们选可以左右都可以，我们选的也是中间。那尺寸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 L， 让它更大一点。点这个 L，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当我们鼠标移上去以后，它显示什么效果，我们这里可以设一下。比如说我放大，鼠标放到上来，它会进行放大。那里面有很多效果，我们都可以来设置一下。那我觉得用这个放大的就可以了，就鼠标放在上面，它会默认放大一点。这个地方目前大概的话我们就设置好了。在上面的标题的话，我们才来设置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个标题。标题的话，我们也来设一下。我们点击这个返回。那这里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增加一个。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增加，在我们产品分类下面点击，在我们产品分类下面点击这个加号增加。那这里的话，我们输入一个 title 标题就这个点一下它。那我们可以返回一下，我们把它挪到这个产品分类的上面，它会跑到这上面来。我们双击一下它，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比如说 tag 变成 H1。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要显示的一个文本。这里比如说我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店铺分类可以这样设置，让它居中对齐。样式这里我们选一下，这里选择一个居中它就会跑到我们中间来。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你其实可以打开国外的一些比较主流的一些网站，那我们可以来从它上面的话来寻找一些灵感。比如说在欧洲穿什么，那我也可以复制一下它。那你可以把你在上面的文字信息的话可以改成对应的一些其他都可以。改成英文的话，可能看起来的话会更洋气一些。如果你是我们可以改成一个英文，那都没有问题。那有很多网站的话，你都可以点进来参考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在中间的话，我们的轮播图和我们这个导航图挨得有点近，可以把它间距的话稍微更改的宽一点。我们返回一下，我们双击一下我们的轮播图。在下面的话，这里有一个间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那这里有个 margin 的间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设成一个60，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它离下面的话就稍微远一点。点击一下应用更新一下。那你可以点一下左下角这个符号，向左的符号，它会
们可以来首页大概看一下效果，也再点一下它，它也会回到我们的编辑状态。我们这里设好以后，同时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或者平板端的话有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平板电脑端也没有问题，点击这个都会进行一个滚动。再来看一下手机端手机端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手机端你每次只显示一列，这里的话你可以改成改成1就可以了。那它每次的话只会显示一个分类，显示2个也是可以的。这里设好以后，点击一下应用更新，再回到我们右边这里点一下电脑端，我们回到我们的电脑端。那每次我们进行操作完以后，我们最好都去手机端或者平板电脑端看一下，看有没有显示的问题，有问题我们就及时把它改掉。再回到下个区域，可能我们可以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些新品，或者展示一些我们热卖的一个产品。如果说你对这种服装行业没有什么概念，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生成一些相关的一些文案。我们来到 GPT 把这段提示语发成文案，我说在我的网店装修中装修用到的一些文案，给我一些，比如说新品热卖，用中英文。GPT 的话会给我一些提示，比如说新品上市，本季新款最新系列，时尚前沿，抢先体验。热卖的话可以改成热卖单品销量冠军优惠专区的话都可以他帮我们想了这么多，那我们可以直接的话随便复制一个，比如说我的新品上市我就用这个我复制一下它。那回到我们这边来，接下来我们制作我们的第二个区域，那我们直接可以把上面这个复制下来都可以。那怎么做呢？我们点击这个导航栏，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复制好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就出现了这个区域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点击右键把它删掉，我们只留下我们这个上面的一个导航的文字。导航文字的话，因为刚才我们 GPT 已经生成好了，比如说我这个叫做新品上市我可以把它加进来，把中间的一些符号给去掉。在它的下面的话，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加号增加一个产品进来，点击这个增加这里的话我们搜索一个产品，或者说你直接往下面拉，这里有个产品，点击一下它它就会产品的话，相关产品就会被加载进来。这里我们选择默认就可以，点击一下应用。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些具体的设置，比如说你显示的样式，那这里你可以选一下，那你显示多少列和刚才上面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每次显示4个产品，那都没有问题。这个滚动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简单，这导航我们可以选择和刚才一样，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更改。这里面的显示哪些，比如说我的分类我不想显示，我把它关掉，那上面的分类就会去掉。比如说快速查看我不需要，把它关掉就没有快速查看。如果你不想显示价格，你把价格关掉就可以了，价格我觉得还是要显示出来。评级你不需要，把它评级关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来简单设置一下，我们再往下面这里的话你可以显示你要显示哪些分类的产品，比如说我只想显示上装里面的，比如说我只想显示上装里面的衣服，我点一下上装就可以了。或者说你这里可以具体选择要显示的哪些产品，这里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可以排序方式你可以选怎么排序的方式全部设好以后，点一下应用就可以，点一下更新这样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差不多已经设置好了。点击向右这个箭头我们把它继续来编辑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设置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要显示单个展品，让它显示大一点，那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同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上面这个复制一下，点击右键复制，这里有个复制，直接把它复制下来。复制下来的话，比如说里面的点击右键，这些产品不要把它删除掉。那这个导航的文字，如果你不需要，也是点击右键把它删掉。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来增加，比如说点击这个增加元素这里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下 Flipbook， 就差不多点一下它它就会显示大概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里面的话，你要显示哪个产品，你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这种比较大的区域显示的话，我觉得一般都是我们店铺比较热卖的一些爆款，我们可以先给它加进来这个区域的名字我们可以先把它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热卖单品。好，我们可以返回一下，把我们刚才上面的也改一下。这个区域的话，好像是我们刚才这个我们的产品区，一定要改好，不然后面不好区分。新品上市 ，OK， 可以了。我们每一个区域的话，我们都把它名字的话给写好，后面的话我们自己方便区分。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区域，我们点开它，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我们来进行具体设置。你这里最好的话，你可以手动选，那你要推的哪一款产品，你直接这里点一下就可以了，它就会出现出来。
比如说我要主推我的这款衣服，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加进来就可以了。那点击一下返回，那这里双击一下它，可以点击一下应用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主推的产品就会显示到这里来。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我们品牌的一些信息啊，增加这样一个区域也是可以的。那我教大家来做一下。那现在我们先点击一下返回啊，把这个收起来。同样的话，点击这里有个增加元素，和刚才一样，点击这个 section， 选择第一个默认，点击一个应用。这个名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品牌区域啊，方便我们自己区分。然后我们中间再点一下这个增加元素，这次的话我们点击这个 row， 这次我们选择这个两列，点一下它，同样应用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两边一个图片一个文字啊，我们来可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设置一下。好，这个第一个的话，我们这个两列的间距，我们选择这个折叠，点一下这个，下面有个宽度，宽度的话我们点击这个 for， 点击中间这个，我们这里点击一下这个返回。那我们点击这个三角，点一下开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增加的两列就是这两个。可以双击一下第一个，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显示5格，我第一个图片不需要显示太多，再返回一下。那我的第二个的话，我就显示它一共有12个，第二个的话我可以显示7格，那右边的话就会宽一点，左边的话就会窄一点。那我们先把第一张图片的话加进来，我们点击第一个这个列，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搜索一个 banner， 就是这个第一个这个背景的图片，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点击这个选择背景图片，可以选择一张我们的一个照片进来。选照片进来以后啊，前面的话有文字，我们可以点击右键，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字的话删掉啊。如果说这个美女模特你看不到她的脸，那这个高度的话，你可以设高一点，比如说改成一个800，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她的一个脸了。850的话可能都没有问题，我觉得800应该也差不多了。那同样右边的话，我们可以加个文字信息进来，我们点击这个加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搜索一下 text， 就是它，点一下，好，这个文字的话就会加进来。那这里的话可以写上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介绍，叫个 GPT 来帮我写一下。我说 GPT 帮我写一个品牌的一个介绍啊，品牌名为温迪啊，用中文写，我叫 GPT 帮我写一个。GPT 的话，现在的话就帮我们写出来了，可以直接复制过去用就可以了。直接复制一下它，回到我们这个里面，双击一下它，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品牌介绍的话，点击左上角这个 OK， 让品牌介绍的话也加进来了。返回一下，我们在这下面的话，可以加一个按钮进来这个文本下面，这里点击一个增加一个加号，这里搜索一个加号，然后我们点击这里个 button， 把这个按钮加进来。按钮的话，这里按钮有很多显示的一个样式，那你可以自己选一个。我觉得这个可以点击一下应用。啊，上面的文字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下它，比如说你改一下，了解更多，可以把这个改一下。啊，它上面的话也是可以加链接的，但是我们现在关于我们的页面还没做好啊。当我们做好以后，我们可以把链接的话加进来。这里啊，现在我们这两个挨得太近了，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它的间距。我们返回一下，这现在的话一共有2个区，第一个左边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我们第二个。我们双击一下我们第二个，下面的话我们这里有个间距，我们来改一下。我们左右的话都会设成50就可以了。右边的话我们也可以设成50。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话离我们左边或者右边的话都稍微远一些。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边这个 raw 上面，就是我们最外面这个框，那我们双击一下它，对齐方式这里我们选择一下居中。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 middle 啊，也是一样的啊，它这段文字的话就会跑到我们中间来。那我们想把整个区域的背景颜色的话改一下，改成像这样类似的一个低调的灰色，也很简单。我们先点击左上角返回一下，双击我最外面这个品牌信息。这里有个背景颜色，我们可以改成一下，点一下它，我们可以改成一种比较浅一点的这种灰，可以再浅那么一点啊，这样的话大概差不多了。这个图片的话，如果有点高的话，我们可以双击一下图片，高度的话你可以改成比如说700，让它稍微的话再矮那么一点点。这个上下的间距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离上下的话还有点间距，我们也可以改一下，点击返回。这个品牌信息这个区域的话，双击一下它。我们把它间距的话改一下，这里改成一个0，那我们可以看到上下的话，它已经差不多全部挨拢了。当我们的电脑端设置好以后，我们一定要来我们的一个平板电脑端，我们来看一下效果，看一下我们这平板电脑端没有问题。再来看一下我们手机端这个区域有没有问题。手机端的话，如果这个图片我们双击一下，可以再让它稍微短一点，
比如说500。然后下面的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间距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点一下它，然后我们可以返回一下我们第2行间距，双击一下它。这个50，我觉得要不了这么多，20差不多了。左右的话设成20，让它稍微不要我们设成25吧。左右的话25，可以这样差不多。离上面的话间距的话，我们可以设一下。距上的话，比如说设个50，它就会离我们这个图片远一点。设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下左下角这个应用更新回到我们的一个电脑端。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手机端有一个绿色的标，说我们的手机端的话是进行单独设置过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顾客评价这个区域。那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增加一个元素，点击一下它，我还是选择 section， 选择第一个默认的，点击一下应用，这里把它取个名，叫做一个客户评价，方便我们以后区分。我们在这里的话，再点击这个加号，再增加一个 row， 再增加一个栏，点击一下这个栏，再点击这个单栏，拉到最下面，这里有个应用。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栏的一个宽度，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自定义宽度，那我们设成一个600的差不多，再点击一下应用。这里面的话，我就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内容，点击这个加号，这里的话我们输入一个 T， 就是我们的一个推荐信这个模块，点击一下它，它会加进来。我们这里还是点击默认这个，点击应用，可以选择一下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加上一张图片进来。比如说我随便加一个美女的头像进来，那它显示方式的话，让它居中，它显示在我的最顶部。那里面的话可以填上的我们的一些评语。如果说这些评语你不会的话，你可以交给 GPT， 你说帮我生成5条顾客评价，它会帮我们生成好。生成好以后，你直接复制一下它，回到这个页面，我们双击一下它，把里面的内容改一下就可以了。上面的标题我们在下面随便复制一句，然后加进来就可以了，点击 OK。同样的方法，我们返回一下。那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再来复制3个，点击这个 ROW 这个上面，我们点击右键，我们这里有个复制，它又会复制一个，返回一下，我们再点击右键，再来复制一个，一共得了3个 ROW， 也就是这个。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更改一下里面的一些图片文字，双击一下它，我们可以把第2张的图片的话稍微改一下，第3个图片也是双击一下它，把这个头像的话改掉。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都可以回到 GPT， 把我们相关的一个评价的话填进来双击一下它，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的话也改掉。标题的话，我们随便复制一句粘贴里面来第3句的话，原理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复制一下，双击文字粘贴进来，也是上面的话随便加一句，点击 OK。这里点击一个返回。那这次的话，我们的3个文件的话，3个评语的话加进来。如果你还想加更多，都是一样，复制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这个图片的话，像我们这边这样，可以这样滚动。那怎么设置呢？很简单，这里点击这个增加一个区域，点击一下它。这次的话，我们搜索一个 slide， 有一个我们轮播图这样一个效果。返回一下，把我们刚才这3个都的话拖进来就可以了，拖到它下面来。那直接拖进来，拖进来以后你放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它就会显示到我们在一个区域，就是横着显示。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双击我们这个 slide， 那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下设置。这个样式的话，我们就可以给这里默认就可以了。导航这个的 off， 我们给它 on， 把它打开。那箭头颜色我们选择一个黑色，黑色它会显出来，因为白色的话我们看不清，完了我们用黑色。这里自动滚动，这里我们把它打开一个 ON。那设置好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效果。你点击这个的话，它就会进行一个滚动。这个里我们设置好了，但是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加个标题进来，就像这里我们加一个顾客评价。我们返回一下，点击这个箭头让它收回来。标题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从之前的上面复制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点到这个地方，那我大概可以定位到它的一个区域。这个标题我直接点击这个右键，这里复制一下。复制好以后，我们直接往下面拖到我这个上面的 title， 就是我们的标题大概的话，它位置的话就会跑到这里来。那这名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顾客评价。那因为它离我们上面的话有一点近，可以把它上面的间距的话稍微改一下，距上面的距离，比如说我们设个50它就会离我们上面的话稍微远一点。50如果太近的话，我们可以设个80也可以。好，设好以后点击应用更新。这样呢，我们首页的话，其实大概的区域
还有一些功能的话，基本上九峰这里已经给大家讲解到位了。这些功能你不一定要有，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首页里面可以实现什么样的一些功能。这里面的一些顺序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改。点击这个箭头把它收回来，把这些全部收起来。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热卖单品这个区域，挪动到我们这个评价下面来也是可以的。我们直接左边这个往下面拖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它就会跑到我们这个评价下面来。改好以后点击一下更新。更新以后的话，我们最好点开我们的一个平板电脑或者手机端来看一下，里面的话有没有问题？这个区域没有问题，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手机端有没有一些问题？一样的从上到下拖动一下，顾客评价这里没有问题，都非常完美的显示。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 PC 端，点一下 Desktop， 左边的话我们可以全部收起来，一目了然。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我们首页这些按钮的链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链接上来，因为刚才的话我们产品的话已经上进来了。首先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首页，回到首页后的话，我们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商店，点击一下它这个商店购物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链接。这链接我们加上我们的一个，比如说商店，点一下它，复制一下我们上面的链接。只要有人点到这个链接，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商品页。这里打开方式我们选择在新窗口打开。第二张照片同样的，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链接，双击一下它，然后拖到下面，这里有个链接同样的话在新窗口打开。再往下面呢，比如说这里面的一些，再往下面呢，这里有个关于我们的页面，品牌介绍这个按钮了解更多，我们双击一下它，打开这里可以跳转到比如说关于我们这个页面，关于我们这个页面，我们等一下会做，但是我们可以先把链接加上来，一样的把这个链接的话加进来了，选择在新窗口打开，拖到最底部，这里的话差不多就加完了，加完以后点击一下左下角应用更新一下。这次我们回到我们的首页，当我们点击这个购物它就会自动你看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商品页，链接已经增加成功。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商品页，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的商品页目前显示的是这样一个效果，看起来不是很专业，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它。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商店页的话改成左边，比如说我们可以搜索，可以筛选还可以加上我们的产品分类。现在我们左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来更改一下。打开商品页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左上角有个自定义，自定义后我们选择这个 WooCommerce， 点一下它，这里有个产品目录，我们点一下。产品目录的话，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些产品显示的一些你可以比如说显示分类它会显示一些分类进来，然后显示产品它就是显示产品，还可以显示分类和产品，都可以这里都没有问题。我觉得的话，一般的话就这里显示一个产品就可以了。我们产品的一个排列方式，我们可以比如说按照一个每月的一个销售，按销量进行排名，这里可以设置一下。这里我们这边显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有没有边栏，我们可以去掉，或者说边栏在左边，在右边。我们这里在右边我们可以设置，我觉得一般在左边的话还是比较习惯。布局方式这里我们可以选一下产品显示的一个方式它里面默认给了我们一些案例。我们默认的话用这个默认的，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只是这里演示只是让大家知道它大概有些什么样一些功能。这里一共可以显示多少产品的数量，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每一行显示几个产品，这里都可以设。你比如说显示2个，你就往左边挪；显示3个就挪过来3个。标题的样式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有提供了几种样式，比如说我们顶部这个位置，还有这种样式。还有就是默认的这种样式，我觉得默认这个其实还是可以的。那我们选择第一个默认。这种分类的话，我觉得上装下装不用显示我把它勾掉只要一个标题还有一个价格就可以了这个评分我们其实也可以不要把它去掉就行了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你这里可以点击一个发布。好，这个页面大家会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最左上角这个返回一下，再返回一下，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小工具，这里有个商店侧边栏，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右边显示的一些工具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增加小工具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出现一个产品分类收起来，然后还可以增加一些小工具，按价格筛选产品，我们也可以加一个，还可以增加一个小工具。这里有个搜索产品，我们也可以加一个进来，还可以增加一个工具最近浏览过的一个产品列表，我们也可以加进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话，大概的话就会显示这些内容。那我们可以挪动一下它的位置，比如说搜索我放到最上面，按价格筛选的话，我放在第2个，那可以。最近浏览过的产品我放在第3个。这样的话，我们左边的话大概就设置好了。设置好以后，记得点一下这个左上角这个发布，一定要点一下，它以后它才会生效。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商品页，我们来看一下。那左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最近浏览过的记录，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它，我看过这个产品，那再回到我的商品页，这里最近浏览过产品，它就会出现在这里。下面有我们产品分类，随便点一个，它就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分类上。当然，搜索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搜索一下。比如说我搜个连衣裙，那所有包含连衣裙的一些关键词的一些产品就会出现。单个产品页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随便点开这个产品，我们来看一下。来到我们单个产品页，这左边的话返回一下，我们选择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选择一个单独的一个产品页。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页面的显示的一个样式。你看，那边栏的话你也可以要，那显示在左边，那右边的话都没有问题。这边有很多显示的一种风格，大家可以选一下。比如说右边的话可以来个边栏，边栏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点击一下它，我们可以增加一些你想要的一些工具进来。增加好以后它就会出现在这里。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喜欢这种，那我返回一下，点击 WooCommerce， 点击一个产品页，那我选择还是第1个吧，不需要边栏。那我们后面的话直接显示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看起来简简单单。那我们再返回一下。这里有个结账页，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结账页，点一下它，然后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这个结账的页面。结账的页面里面你要显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改，比如说购物车、付款详情、订单完成。那如果你改个简单，那上面的话它就不会显示。我觉得这个默认的话其实还挺好的。下面公司名称字段，那要不要必填？那你可以这里改一下，比如说公司名称你这里可选，或者公司这个都可以不要，我们去掉。那公司的话就不会出现了。或者地址行，那你要怎么显示？那这里可以设置一下。电话号码需不需要必填？那不，那可选，那你可以选择一个可选就行了。那这里面你要显示什么信息？那这里都可以填一下。我觉得电话的话还是必须要填一下，必须要留个电话，到时候方便联系。这里有个隐私政策页面，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设置，等一下设置好了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把我们这个隐私政策这个页面连接进来，用户协议也是一样的。挪动，我们这里选择一个 Sticker Sidebar， 点一下它。这次你看，我们不管拖到哪里，这个下单这个页面的话，我们都看得到。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发布就可以了。再来返回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购物车页面，点一下这个购物车。购物车页面的话，我们这里需要，比如说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右上角就是我们购物车，这里我们点击查看购物车。我们现在要设置的就是这个购物车页面怎么显示。同样的话，如果上面你想简单一点，你就点 Simple， 那就非常简单，就是这样一个单独的一个页面。我觉得默认这个还可以，放在中间一点。这个尺寸你可以选择大一点或者小一点都可以。我还是把左边这个 Stickiness， 让我们的边栏的话跟随我们的一个浏览器滚动，它也会跟动把这个勾上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发布。现在我们整个页面的话，一些初步设置的话已经搞定了，我们的首页已经设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打开关于我们的页面，现在是一片空白。我们点击这个编辑，使用这个 UX 进行编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关于我们的页面大概的话长什么样。上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图片，关于我们；下面的话有我们的一些公司品牌的一些介绍。那我们也来制作一下。首先我们点击这里左键一个增加元素，还是点击这个 section， 点击默认的一个，点击应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命名一下，比如说关于标题部分。好，点击一下应用更新。然后我们来双击一下它，双击我们来设置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布局的话，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line， 就是 light。最小高度的话，这里我们来设置一下，比如说设成400，它这个高度的话就会变宽一点，就最顶部。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跟它增加一个背景颜色，拖到上面，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背景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背景图，点一下这个图片的话进来，图片的话我随便选这一张进来，这就是关于我们的页面。如果这个图片顶部看不到，那你可以左边这里左右上下拖动就可以了。我们再点击中间这个加号，这里增加一个元素，
我们选择第一个 row， 这次我们选择这个单栏，好，再点击中间，单栏以后点击应用，我们再点击中间这个加号，点一下它，我们增加一个文本进来，输入一个 text， 点一下它，中间的话会加上一个文字，点击一下应用，那这个文字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编辑，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关于我们，点击 OK， 这里差不多了，那我们可以让它居中，显示到中间来。我们可以让字体的话稍微大一点，点击这个编辑。这个段落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1级标题，让它显示的大一点。字号显示多大的话，我们这里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就可以了。设好以后点击一个 OK。这里外面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你可以拖动一下它，这里可以直接设置我们的字号。这样的话大概的话差不多了。那返回一下，比如说我们双击一下我们的标题区域。这下面的话有一个，这下面的，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字体的一个颜色。我们返回来到双击一下我们标题部分。标题部分的话，这里有 overlay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拉到下面最黑色，把这个透明的话改一下，可以让后面的背景的话稍微变暗一点，这样可以我们前面的字和我们后面的图片大概都能看到的位置。这里的话差不多了，空白的地方点一下，点击一下应用更新，把这个收起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增加我们下一部分这个区域。这区域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里增加元素。这次的话，我们直接从那个 Flash 上工作室里面选就可以了，选择它。它里面的话内置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模板，那我们直接可以调用。左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分类，我们选择这里有个 Texting， 选择它。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这个模板，我们可以直接调用模板，或者你点这个预览。直接点击导入也可以，点到它以后开始导入。导入以后我们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内容。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页面怎么写的话，没关系，我们都可以打开 GPT， 你可以说帮我写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的内容。GPT 的话，它会直接帮我们写出来。写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些内容的话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复制，双击一下它，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上面的文字都可以更改，里面的内容都可以改。左边这张图片我们也可以改，双击一下它，这里有个更改图片，我们可以来换一张图片，都没有问题。这我们图片的话就加进来，大概的话这个页面的话就可以设置好了。我设置好以后，我们最好来到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平板电脑端来看一下这个页面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看一下手机端有没有问题。手机端这上面人看不清了，我双击一下它，我们把这个人的话稍微挪到中间一点来，大概位置就这里。差不多可以了。下面的话也看得清楚。这个文字我们可以大概的话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左下角这个应用更新，回到点击右边这个 desktop， 回到我们这个电脑端 PC 端。关于我们的页面的话，大概的话就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联系我们的页面的话，大概的话是长这个样子。我教大家怎么做。这次的话我们就不用从头开始做。我们可以直接复制，比如说这个区域，我可以先把它复制下来。等一下我们更改一下背景，改一下字就可以了。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首页，点击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现在是空的，点击左上角编辑，使用 UX 进行一个编辑。来到刚才我们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选中我们的第一个区域，就只要这个区域，点击右键，这里有一个复制成为一个短简码，点一下它。我们把这里面的内容全选 Ctrl+C 复制一下 ，OK， 回到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点击这里有个增加元素，这里点击一个导入，把我们刚才那个代码粘贴进来，点击一个导入，更新一下。你看我们上面顶部的话就加进来了。我们这时候要做的话就是更改一下上面的文字，联系我们，OK，把背景图片更改一下，双击，我们换一张背景图片，我随便加一张图片进来。好，我们的图片加进来。如果这个图片不满意，我们还可以换一张，换这张。图片的位置的话一样的，刚才上下我们这边都可以挪动。比如说我给它挪到这个位置，OK， 差不多可以了。应用更新一下。下面的内容的话分成2行，左边是文字，右边的话是一个表单。我们点击这里增加元素一样的，选择一个 section 区域，点击一个默认去应用一下。这里都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可以取个名字，比如说联系表单，再点击这个增加元素，我们选择第一个表格。这时候我们选择这个2列，因为我们是左右两边都有。
第一个的话，我们点击一下它，那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文字进来，点击一下它，增加文字。我们这里输入一个 txt， 点击一下它，我们可以在这左边的话输入我们的文字。那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来到我们这个 GPT， 叫 GPT 帮我们写一个，我说联系我们页面内容啊，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因为如果你自己从头开始学的话，确实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交给 GPT 帮我们写好就可以了。我们直接把我们刚才写好的复制一下它就可以了。直接把左边这段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来，双击一下它粘贴进来。左边的话大概的话就有了。右边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类似这样一个表单，但在增加表单之前，我们需要在我们电脑上安装一个插件才可以。我们先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来，我们来安装一个表单插件，点击插件，这里安装一个新的插件。我们搜索一个 WP Forms， 就是这个，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表单插件。我们把它点击这个搜索出来，点击立即安装，就是这样一个小熊的这个 logo 图标，大家不要装错了。安装好以后的话，我们点一下启用，把这个插件启用一下。我们刷新一下我们后台，刷新好以后，我们左边的话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WP Form， 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创建表单。我们点击我们继续。表单的名字的话，我们可以来写一个，比如说取一个我们表单名字叫联系表单。它下面的话有很多表单这种格式，那我们选择这个使用简单的联系表单就可以了。点击这个使用模板，那我们来设置一下里面的内容。我点击这个字段的话，我们点击它以后的话，我们这里格式的可以选择一个简单，这边有个高级字段大小，我们选择一个大型。这里显示的占位符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怎么称呼你。上面这个名称我们就把它隐藏掉，点击这个隐藏标签。下面那个电子邮件一样的，点击一下它，我们点击这个高级字段大小改成一个大型。占位符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你常用的邮箱。然后这个电邮我们到时候也不需要它显示，我们这里隐藏标签就可以了。这个眼睛隐藏，那等一下我们出来的一个表单的话，它就不会显示这个上面的文字。最下面消息区域的话，我们也点击一下它。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就可以点击一个保存。保存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叉，我们可以把它关掉。这里的话，这时候我们有一个短代码，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我们把这一个短代码的话复制一下它，来到我们刚才这个后台，这里我们点击一个增加元素。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 text 这个文字，点击应用，点击编辑，把我们这个短代的码的话粘贴进来。粘贴进来，点击 OK， 点击应用，更新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来到我们的接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首页，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点击联系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联系表单的话，它已经被加载进来了。这个时候这个提交评论这个按钮的一个背景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因为这个颜色和我们整个网页感觉不搭调，我们可以来改一下。那我们需要打开这个链接，这个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兄弟们可以直接打开，暂停一下视频，先打开这个链接。我们往下面拉到这里有一个它的一个代码颜色，我们直接复制，不用你自己写代码，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复制一下它，在我们这个联系我们页面点击这左上角这里有个自定义，自定义的话，我们拉到最底部有个额外的一个 CSS， 点击一下它。然后把我们刚才这段代码的话粘贴进来这个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背景颜色的一个代码我们可以更改一下。黑色的话一般是6个0 1 2 3 4 5 6它就会变成一个黑色改好以后的话，颜色的一个代码的话，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可以问一下 GPT 比如说你说红色的代码是多少GPT 的话它会直接告诉你。那这里的话你看 GPT 的话直接就告诉你代码，你是什么颜色代码，你直接问一下 GPT 就可以了现在 AI 的话非常的方便这个页面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去测试一下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一个无痕窗口，把我们这个链接粘贴进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页面会怎么显示。点击一个联系表单，在联系表单的时候，这里我们可以填入一下我们的名字随便输个邮箱，下面个你好点击一下提交评论，来告诉他。这里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样收到他的一个消息，点击一下提交评论。这里的话有
谢谢你联络我们，我们会尽快与你联系。啊，这个字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邮箱里面，那我们这个网站后台不是有个登录邮箱吗？那我们的邮箱里面就会收到顾客发送给我们的、提交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啊。那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邮箱已经收到了，就是我刚才的一个提交进来的你好，我们这个邮箱里面就会收到。同时的话，在 WP Form 里面，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显示的这个文字，比如说谢谢你与我联络，就是刚才我们提交以后这个显示的这种文字，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设置确认里面更改。通知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改，比如说我们哪个邮箱来接收我们访客提交给我们的一些问题。那默认的话，它是调用的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管理员的邮箱，这里的话你可以手动改一下也可以。我们的联系我们的页面的话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来制作我们的下一个页面。下一个页面呢，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顾客他有一些比较，比如说顾客有一些经常会问到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单独制作一个页面，就是一个常见问题页面。常见问题里面，你可以在这个页面的话列出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些问题。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做。这边这个设置好，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发布按钮，复制一下网址把我们的首页打开，来到我们的一个常见问题这个页面，我们来点击这个编辑页面，使用 UX 进行一个编辑。同样的话，最顶部的话我们就不用单独再设置了，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过来。来点击我们的顶部部分，把我们的联系我们最顶部这个区域复制过来，点击右键，这里复制一位减码，这个区域把它复制一下 ，Ctrl+C 保存一下。来到我们这个常见问题页面，点击这个增加元素，导入和刚才一样的粘贴进来，导入，点击一下更新这个时候会加进来。文字的话，我们一样的可以改成一个常见问题OK。背景图片双击一下它，我们这次的话可以再来换一张随便我换一张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加进来。下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我们常见的问题，打回一下。这次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增加元素。同样，我们从 Flatsun 工作室里面来选，那我们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 Wireframe， 就是这个这里面有一些常见问题的，它已经设好的一些模板，我们直接可以来调用一下。这比如说 FAQ4、FAQ3、FAQ2，这里面有很多，我们随便选一个，比如说我选这个，点击这个导入，这里导入就导入进来了。我们可以来的 GPT 叫 GPT 帮我们写一写，我给它提示语就是常见问题页面，常见问题页面的一个内容GPT 会帮我们写比如说如何下单支付哪些支持方式，那我们都可以来写。比如说我复制一下如何下单，这里我们可以更改一下上面的一个问题名字，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不要了，因为我上面的已经有了，直接把它删掉吧，点击右键把它删除掉。OK， 这个区域我们都可以把它删掉。这里有个，比如说这种物流问题，我们可以归一下类。这里有个付款问题，双击一下它都可以改。支付问题可以改一下。下面该比如说这个是退款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设置一下退款问题。点击 OK。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更改，点击一下它。上面的比如说是我们的标题，我们可以粘贴进来。里面的内容的话，双击一下它，我们也可以把它加进来，复制一下以此类推。那方法设置都是一样，我们可以收起来，设置下面一个问题，或者说在下面的一些问题。如果顾客在上面没有找到他的一个答案，他可以在下面可以来一个，比如说没有想找的答案，那我们可以下面再加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那我们在下面再来加一个区域，返回一下，我们把前面两个的话收起来，点击这里的增加元素，还是从这个 Flatsun 工作室里面来找一个。这次的话，我们来选择一个，还是拉到最下面 Wireframe 里面，我们来找一个，比如说这个 CATE 点击一下导入。这上面的话，把上面的文字的话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没有找到答案请通过下面的方式与我们联系，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意思。点击 OK 这里的话点击一个改一下，双击一下改成一个联系我们。这里设置好以后点击一下应用更新就可以了。联系我们的，我们可以给它加个链接，那就可以直接跳转到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复制一下我们联系我们页面的一个链接，这里有个联系我们的页面链接，把这上面的链接复制一下它，回到我们这个页面，双击一下这个按钮，下面的话有个链接，把这链接加进来。这里打开方式我们选择在新的窗口打开，
应用更新一下。这时候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常见问题页面就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常见问题。上面是我们这张照片。这里有个比如说物流问题、支付问题、推广问题、如何下单。它点开的话，里面就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想要这些内容。拉到的是最下面，比如说他没有找到他的答案，他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点一下联系我们，他会跳转到联系我们这个页面。那我们这几个页面的话，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每一次做完以后的话，我建议大家就点击一下右边这个平板电脑端，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或者手机端。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来及时改一下。比如上面这个图，我们双击一下它，我们可以让这个图稍微显示到中间一点来。差不多了。应用更新一下，差不多就可以了。点击这个文字，我们可以往右边稍微拖动一点点也可以，看这样左右也可以拖动。更新一下。回到我们的一个 PC 端，还是这个页面。现在我们上面的一些，比如说关于我们常见问题、联系我们这几个页面都制作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我们的一个博客页面。博客页面它就是我们发布文章的一个页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来发布一些文章。点击左上角这个 W， 这里有一个文章页，我们这里可以点击一个写文章，那我就可以在里面来写。如果你不会写的话，可以叫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我说 GPT 帮我写一篇关于服装搭配的文章。GPT 的话，它就会来帮我们写一下。上面的话标题已经有了，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粘贴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再把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过来，因为它这里的话已经设置好了。复制一下它，粘贴过来以后，右边的话点击在右上角这里有个文章页，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些文章的分类。比如说这里我们文章分类，这里有一个，比如说这里可以设一个搭配技巧，我们可以设文章这个分类都可以设。下面还有一些标签搭配，我们比如来设一下。后面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一个图片，就是我们这个文章的一张图片你可以在我们的文章里面，你可以在我们之前的一些图片里面来随便找一张进来也可以。现在的话 GPT 它有直接生成图片的功能，我可以叫它帮我们来生成一下。我说请根据以上内容帮我生成一张图片。现在因为我用的是一个 GPT 4 的话，它是有图片生成的一些功能。如果你用的 GPT 3.5 的话，你就生成不了图片。怎么样从 3.5 升级到 GPT 4？我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 GPT 4升级的一个教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GPT 4的话，大概的话是在$20左右一个月。那这个时候 GPT 的话，它就在帮我们生成一个图片。比例的话，我叫它改成一个16:9:8，因为它默认的话生成的是一张正方形的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刚刚生成好的。我叫它比例改一下，它会重新帮我生成一张。那 GPT 的话，它不仅可以帮我们生成图片，它也可以帮我们生成表格、数据分析等等都没有问题。这就是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些图片。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是可以说再生成。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说再生成2张都没有问题，它就会帮我们重新生成。如果你觉得你这张满意，你点击一下它，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下载按钮，把这张图片的话下载到你的电脑上来。下载电脑上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文章页。这一个特色图片我们可以替换一下，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图片直接拖进来。拖进来以后，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片设成我们的一个封面图也可以。中间的话我们可以加链接，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奥秘，你可以这上面点击这个增加一个超级链接，你可以让它跳转到哪个页面的话都可以设置，比如说跳转到我们首页，我点击下首页就可以了。全部设好以后的话，那我们可以来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按钮就可以了，发布。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查看文章，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写好的一个文章的一个样式。刚才我们加了一个链接进来，比如说这里有奥秘，你点击一下它它会跳转到我们的首页。还有写文章的目的的话，其实就是为了获取一个免费的流量。一旦我们的文章被Google、被百度收录以后，那我们就可以获得很多免费的一个流量。同样的方法，那我们可以来写更多的一个文章。方法都是一样，点击这个。好，刚才的话我的文章发了几篇进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我们来看一下。左上角点击查看站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话点开这个博客，我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博客大概显示的一个样式。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样式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方法很简单，
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自定义，自定义我们选择这个 blog 博客，这里有个博客的一个布局，那么可以更改一下我们这个布局的方式，比如说左边栏在左边，在右边，还是说你不要这个边栏啊，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设置。文章的显示方式我们这里也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改成这个小一点的，改成这样这样也可以，或者说这样也行它里面有几种样式，你可以选一下。我觉得这种的话还不错，我选择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稍微看起来稍微小那么一点。然后这个标题的话，在左对齐、右对齐，中间我们都可以选。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左对齐，或者说右对齐也可以。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是比较习惯看左对齐吧，靠左边。设置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发布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点到我们的返回一下，这里我们来设置我们个单篇文章的一个显示方式。这里有个单篇文章，点一下它，随便点开一个文章，来到我们的一个单篇文章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单篇文章的一个显示方式边上有这个边栏，如果你不想要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不要边栏，那大概就是直接显示我们一篇文章。左边的话可以显示要不要，比如说我们这个分类要不要，那你都可以更改一下，要的话你把它加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我们顶部显示的这个位置，标题这些都可以设置一下。布局方式这里面我们都可以来改一下，它左边提供了很多样式，那你可以直接来更改。我觉得这种显示的效果还是可以，那我就用这种文章的一种显示方式设置好以后，记得点一下这个发布就可以了。那我们文章写好以后，我们要像我们这个案例这个网站一样，把我们的博客的话加到我们的首页最底部。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加。本期视频非常长大家的话一定要跟上我的步伐，跟着我一步一步的操作。那你不要跳过一些步骤，如果你跳过的话，你可能后面的话你就跟不上了。那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首页，复制，我们把后面那些删掉，这就是我们的首页。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首页后我们还是点击编辑，使用这个 UX 进行一下编辑。同样点击左边这个增加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拉到最底部，点击一下增加。这里的话，我们还是选择这个 section， 选择第一个默认应用一下。这个我们改一个名字，叫做一个博客区域方便我们自己区分。访客的话它是看不到这个的。那点击一下应用更新。那我们点击这个增加元素，点击第一个 row， 我们选择这个还是一样，选择这个单栏，点击这最左下角应用一下，再点击中间这个加号。这次我们来搜索一个 blog post， 差不多就是这个，点一下它。那我们的文章页的话，它会被自动加载进来。点击一下应用。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些大概的一些样式。那样式显示的方式有很多，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来选一个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样式。那我觉得这个 overlay 这个感觉还可以。这里下面显示几篇文章，你这里可以更改。我觉得3篇的话差不多，我们直接设个3就行了。这个轮播的效果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简单。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light。导航的位置，这个我们把它勾上启用一下。启用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几个小点，可以左右滚动就看得到这个小点。自动滚动的话，可以设置时间，比如说2秒钟，它会自动滚动。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下。那文章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你要显示哪些文章，你可以手动加，也可以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些分类加进来也是可以的。2秒的话，如果太快的话，你可以改成比如说5秒钟换一次也是可以的。那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来一点圆角。那你看这边它会变成一个小的圆角。尺寸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1024乘一个1024，这样看起来图片会更清晰一些。那这个日期，比如说6月4号发布的，如果你不想，你可以把它隐藏掉。那我们这个日期的话就不会显示全部设好以后，点击应用一下更改。这上面的话还来一个标题，标题的话就像我们刚才上面一样，这个标题，点击一下它，我们复制一下它，复制一个标题会想把它拖到我们刚才这个博客的上面来。那我们拉到最下面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这个文字信息，比如说关于一个博客文章，好，我们把这几个字的话打进来它会显示进来。同时的话，我们需要去我们的一个手机端来看一下效果也可以。这里最好只显示一个标题就可以了，下面这一排就不要，我们可以把它去掉。这里有一个摘要，我们把摘要的话改成一个隐藏。
那现在的话只会显示一个标题啊，更新一下。那我们同时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啊，这个区域有没有问题？这个区域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左右滚动。平板端、电脑端的话，我们可以有显示2列文章，也可以把这个改成一个2列，啊，它会显示2列出来。啊，其他的话都还是可以的。啊，设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应用更新一下，啊，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顶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我们打开我们的首页，从上到下看一下。现在的话，基本上呢设置的应该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步来设置一下我们顶部的显示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默认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案例这个首页的话，它显示的比较简洁干净。那我们现在显示的首页啊，那我们就可以来更改一下，改成我们刚才这个案例这个页面效果。来到首页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自定义以后我们选择第一个 header， 就是我们最顶部，然后我们选择这里有个预设，点一下啊，它左边的话有一些我们顶部显示的一些样式，你可以点一下它，比如说这个 logo 在中间啊，下面还有个 logo 在左边啊，我们都可以选一个，你看这是这样的效果，我觉得中间这个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一排区域，我们可以比如说这个搜索的标，我可以把它按住不动，挪到我们的最右边来，那这个搜索的标志就会跑到我这右边来。这里有个我的账户，这个账户的英文单词，我们可以点一下设置。设置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显示的样式，我可以直接只显示一个头像也可以啊，或者你换一个 logo 也可以啊。比如说我简洁一点，只显示一个头像。那显示这个标签，我可以不要我的账户，可以把这个勾去掉，它只是显示一个头像或这个搜索按钮。这个主菜单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这个设置，这上面的高度的话，我们可以来设，你拖动一下它，那这个可以设置我们高度。那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比如说我设成一个90，啊，这些都没有问题，或85都可以，你直接可以拖动来设置。那这个背景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改成白色、红色、灰色都可以。啊，我们用白色的话就可以了。这个导航字体大小，我们可以把它变大一点，比如说我改成了 M， 啊，它会大一点，或者 L 的话它会更大。我觉得 M 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再往下面拉，比如说我们导航这个字的颜色，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黑色。当我们鼠标放在上面去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让它变化一点，变成有一点灰，就是这样一个效果。放上去稍微变一点点。啊，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发布。往下面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页面在往下面拉的时候，这个上面的一个导航栏它始终是跟随我们这个页面。那如果你不想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这个返回，返回以后这里有个 sticky header， 我们点一下它，把这前面2个勾去掉。去掉以后啊，你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话，它就不会跟随我们移动了。那如果你想让它跟随你，再把它勾上就可以了。你看我把它勾上以后，你看我的菜单栏始终的话是在我们这个页面。啊，这个你可以自己设好以后点击一下发布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顶部的话还有一些文字信息，那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这里先点一下返回，这里有个 top bar， 就是我们顶部的一个工具栏。啊，如果你不需要，你就点这个勾，那它就会消失，那就不见了。那我们可以把它留下来，可以上面放一些我们一些整个网店的一个公告栏，我觉得还是可以。比如说发布一些我们最新新品到来啊，或者说我们店铺搞活动啊，都可以让它显示在我们最顶部。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顶栏的一些设置。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HTML 移到中间来，我们可以拖动，啊，这段文字就会跑到中间。啊，在右边的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拖到最下面来，啊，它就不会显示了。啊，上面的话就不会显示了。那这个地方的文字的话，我们可以双击一下它，那我们可以更改一下里面显示的一些内容。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些内容进来，啊，比如说118活动。每满300减50，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 logo。在设置之前的话，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logo。啊，我用到的工具的话，就是一个 Canva。Canva 的话，它是一款简单的一个在线的一个设计工具。啊，你不需要懂 PS， 那可以简单的进行设置就可以了。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自定义尺寸。可以设成一个1000，高度的话我可以设成一个300，可以300、350都可以。点击这里创建一个设计，那这上面的话可以打上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些名字。点击左边这个文本，那这里可以增加标题，把我们的一个品牌的话打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可以更改一下我们这里面显示的一些字体，你可以把它拖动一下，把它放大一点。这就是比较简单的 logo。你想加图片的话，加元素的话，这里可以左边这里有个元素可以增加进来就可以了。那同时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因为有时候的话，如果我们的一个底是黑色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一个字的话是变成白色。复制一下它，在下面的话粘贴一下就可以了。这次的话，我们把背景改成黑色，点一下背景，把这个底的话变成一个黑，前面的字点一下，把它字的话变成一个白。好，这样就看清楚了。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分享，分享以后我们这里有个下载，点一下下载。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PNG 格式，因为我们需要把它透明图，我们要透明图，把这个勾上。这个勾上，如果你不是会员的话，它就不能实现这个功能，那它就导出不了一个 PNG 的，导出不了一个透明图，那也没有关系。那你可以打开这个网站，等一下我们图片下载下来以后，你再来这个网站把它的背景去掉就可以了，方法都是一样的。这里点击下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logo。好，下载下来的话是一个 ZIP 的一个压缩文件，那你可以把它解压出来就可以了，得到2张PNG 的图片。这里的话也可以了，而且是透明的一个图片。那我们来设置一下 logo， 那我们先返回一下。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logo 的话，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传进来，这里选择图片，把我们刚才的 logo 的话传进来。因为我们顶部的话是一个白底，那这次 logo 的话，我们就选择这个黑色的字的，点击一个选择 ，logo 的话会加在进来。左边的话，你可以拖动一下，你可以调节一下这个 logo 的一个尺寸，都没有问题。再往下面找，这里有个站点图标，站点图标就像我们这个，你看这个页面一背景它是一个黄底再加黑字，或者是像 GPT， 你看这是它的一个小标。当然我们自己的网站我们也可以设置小标。那小标的话，它的尺寸是512乘一个512，那我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 Canva 的话，我们来制作一个，这里点击这里的自定义尺寸，设成500，好，点击创建。那点击左边这个文本，我们增加一个进来，比如说我来一个 M 的话就是我的站点小标，我把它拖大一点。好，弄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把它下载下来，点击一个 download 下载下来。好，下载下来以后，我们来回到我们这个页面，这里点击一个选择站点图标，把我们刚才这张图片拖进来以后，点击选择，这个跳过裁剪，不用裁剪了。好，我们来更新发布一下。好，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标是不是变成一个 M 了，和它们一样了，都非常简单。那我们顶部设置好以后的话，来看一下效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就非常舒服。拉到最下面，下来我们底部的话还比较空，最下面的话底部的话需要设置成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我们先点击左上的 W， 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后台，左边这里有 UX Blocks， 我们点一下它。那这里的话我们点击增加一个新的，那我们可以命名为底部。这个地方一定要写英文，因为英文的话等一下我们才可以调用出来。如果你写中文的话，等一下在底部调用的时候它是调用不出来。这里填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发布。这里我们选择 UX 进行一个编辑，点击左上角增加元素。我们还是从这个 Flash 工作室里面来选一个。左边有个 Footer，就是这个，在里面来选一个。它里面的话有很多默认的提供了我们一些样式，你可以在里面的话来随便来选一个。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以点击它导入。好，这里点击一个开始。好，这个就是我们底部的话大概的话一些信息。这里面的所有内容的话，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最上面的话，这里有一个分类，点击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来一个更改一下，我们改成一个比如热销产品分类我们点击 OK。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些分类信息，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填上我们的一个上装，这里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下装，那这里还可以填入我们的比如说连衣裙或者套装牛仔裤这些都可以。好，设好以后呢，每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加上链接。我们点一下它，拉到下面这里有个链接。比如上装的话，我就让它跳转到我们的一个上装的一个产品类目。我们这里有个商店，这里有上装，点一下它，我把它复制一下这个链接，把这个链接粘贴到这里来。这里显示方式在新窗口打开，
那后面的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下面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常见的活动，比如说这个地方设一个点击编辑，也可以设一个满99包邮差不多类似这样子的。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这里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那我们也可以设。第三个的话可以设置一个7乘以24小时一个在线客服，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双击一下它，100%来一个正品保障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这里设好，我们来接下来下一步这个地方你可以来设一个关于我们，比如说关于下面的话可以填上你的一些品牌信息，因为我们刚才用 GPT 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可以直接刚才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如果你这个内容不会写呢，可以叫 GPT 帮我们写一下，比如说关于我们的一个内容，那 GPT 的话它会帮我们生成，因为我之前已经生成好了，那我直接可以把我之前的话复制过来，随便你找一段来复制吧。同样这边回到我们这个页面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点击 OK，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它会显示出来。那在后面的话，比如说有一个我的账户，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账户，那下面的话这下面的内容都可以更改。第一个的话是我的订单，第二个的话我的退款，我的账号最后的话比如说是一个退出等等对应的链接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加上来，比如说选中它以后这里有个增加链接这里面的话都可以来加上一些你想要的链接都没有问题。链接的话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粘贴进来后点击启用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内容。那后面的话都是一样的，这后面都是后面都可以来相关信息后面的话比如说这个改成一个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博客常见问题等等这里面比如链接的话我们也可以加上。那回到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关于我们页面，那我们把链接复制一下，回到这里点击这里有个链接把链接粘贴进来按一下这个启用上面的话链接就会加进来。那下面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设好链接以后点一下 OK。 那如果说后面这个你不想要的话，你可以点击它，点击右键把它删除就可以了。这个区域的话把它整个删掉，前面的区域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往右边挪，怎么挪呢？点击一下它，返回一下我们看它是现在在哪个区域，找到在这个区域，那我们这里找到了，大概的话应该就是这2个区域我们已经找到它以后的话我们就双击一下它，这个格数的话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比如说这个占了比如说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占5行，右边我们可以占个7行稍微的话让它占多一点，占7行差不多了，就这个样子。那这个区域就不要了，点击右键把它删掉就可以了。那这后面这2个的话我们要让它居中，那你如果不知道哪一个，你先点一下它，你先确定一下它的位置，它的这个位置我们再来改一下它们2个的一个，你看点到上面它会具体显示，我们再设置一下它们的一个显示的区域，双击一下它，来到我们最底部中间这个我觉得不需要，我们把这个社交媒体就把它删掉了，我们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挪到这个位置来，也可以直接把它移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下面的话两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这2个的话靠边，我们先点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编辑内容，那后面的话可以改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名改好点击OK 这里会显示让这个的话靠右来设置一下，我们先找到我们这2个区域同样的双击一下它，这里我们设置一个6同样另外一个区域双击一下它，那我们也设置一下6，那就可以让这些信息的话稍微居中一点，一人一半全部设好以后点击一下更新。那我们的底部区域的话差不多就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底部区域的话放到我们首页的最底部来，设好以后我们最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有没有问题，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里面手机端有没有问题，手机端还有我们的平板电脑端的话有没有问题。如果我觉得它已经优化的很好了，我们就不用改它我觉得可以，那就不用更新一下。那回到我们的平板电脑端，那我们顶部的一个间距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一下，双击我们这个最外面这个 footer 双击一下它，间距的话我们刚刚改成一个0吧，让它靠拢我们最顶上点击一下应用更新。接下来回到我们的首页，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这个页面加到我们最底部来。来到首页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左边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footer 点一下它，这里我们最底部我们拉到最下面来，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刚才建好的 footer， 点一下它，它会自动的话，你看加到我们最下面来，是不是？它会自动的话加到我们最下面来。那最底部的话，它这里有一点重复，那这个东西是删除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它颜色，让它不显示。首先的话，我们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区域的一个颜色的一个代码。我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插件，叫 ColorZilla， 点一下它，点一下这个区域，它会识别到我们这个区域的颜色代码，并且复制出来。我们点击我们最底部，让我们来更改一下这个背景颜色，改成我们刚才的粘贴进来，把这个删掉，这个区域删掉。右边这个删不掉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隐藏掉，点。然后的话，这里有个点一下它那 Payment icon， 对，我们把这几个眼睛的话去掉就可以了。因为这两个内容和下面相重复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更改一下。我们点击这几个，先把它给去掉。去掉以后，这个也看不到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页面来，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我们底部编辑这个区域来。这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改的。我们先把这个删掉吧。删掉以后，我们这里可以增加一些元素进来，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些文字进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些文字，比如说增加元素，输入一个 text， 点击一下它，它的文字会加进来。第二个也是一样的，点击这个增加元素，这里输入一个 text， 也是一样加的。第三个也是编辑，第三个也是双击一下它，输入一个 text 加进来。这里的话有，比如说我们的服务条款、隐私政策还有退款政策等等的，我们这里都可以来加进来。比如双击一下它，这里改成一个我的一个服务条款。第二个的话，双击一下它，改成一个隐私政策。第三个双击它改成一个，第三个你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退款政策之类的都可以。等一下这些的话，我们都可以给它加上一个链接。等一下，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页面。等一下，我们都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对应的一个链接，因为现在这3个页面我们还没有生成呢，现在我们暂时不加。等一下，我们3个页面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文章对应的一个链接加好以后，我们等一下再来加链接。等一下我们对应的内容生成好以后，我们再来加链接。设好以后点击一下应用更新。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首页，我们发布一下，刷新一下。我们拉到最底部。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加的3个内容的话，它会自动加进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设置一下我们的隐私政策、服务条款或者退款政策这3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因为作为电商网站，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涉及到一些法律的一些条款，我们必须要有。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后台，先进入我们首页，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那我们先来建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页面，这里有个新的页面。这个名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这标题，我们可以来这上面标题的话，我们可以来写一下，改成一个隐私政策，点击一下发布。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右上角使用这个构建器编辑，然后点击这个增加元素，还是从这个 Fate Studio 里面来选一个。那我们选择这个 Text 里面，那我们再来选一个，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吧 ，About 这个。点击一下它，我们把这个模板导入进来。这里名字的话，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加进来吧，导入进来以后，左边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隐私政策点击 OK。那右边的内容的话，那我们可以交给 GPT 的话来帮我们生成一下。来到 GPT 以后，我说帮我生成一个服装电商网站的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内容。GPT 的话，它会来帮我们生成一下，生成好以后我们直接复制过去用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是它生成好的，我们直接复制一下。那回到我们这个页面，双击一下它，把我们生成好的内容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点击一下 OK。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隐私政策页面的话就做好了。当然了，这个内容的话非常重要，大家的话最好根据 GPT 帮我们生成好的内容的话，稍微更改一下。生成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更新更新一下。更新好以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做我们的一个退款政策，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服务条款等等原理都是一样的。我们打开 GPT 再来一个服务条款，接下来 GPT 它同时会帮我生成，还有一个比如说退款政策之类的，我们全部都可以发送给它它都可以帮我们写。写好以后的话，回到我们这个页面，那我们就可以来把它更改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页面做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回到一下我们的一个后台。回到后台以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页面，这里有个所有页面。我们刚才做好的一个隐私政策页面这里就有了，我们点击查看。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刚才做好的一个页面。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个退款政策，那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做，那我们可以来直接复制一下这个页面。但是默认情况下，WordPress 这个页面没有这种复制的这种功能，那我们可以安装一个插件进来，那就可以让它有复制功能。我们点击插件，点击这个安装新的插件，那我们搜索这个 Duplicate Page， 那就是这个。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页面，点击一下立即安装。安装好以后点一下启用。启用好以后，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页面，点击所有页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复制的功能，我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隐私政策这里多了一个复制这个，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再点一下它，又可以复制一个，就可以来制作好我们的一个，看这个隐私政策草稿，这就是我们刚才复制的。那我们这里可以使用这个 VX 进行编辑，那下面这个的话也可以使用 VX 进行编辑。这个隐私政策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次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服务条款。点击 OK， 回到我们的 GPT， 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这个服务条款页面复制过来，点击一下这边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点击左下角这个更新发布，这个的话也一样的，这里有个退款政策，也都是一模一样的，都可以用 GPT 帮我们生成。点击 OK 就可以了。来的 GPT， 那我们跟它打过去，我说退款政策，它也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生成好以后的话，我们也是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点击左下角这个发布就可以了。弄好以后的话，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有3个隐私政策，我们可把它名字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查看，第一个是隐私政策，不用改它。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的话是服务条款，我们可以来点这个快速编辑，改成一个服务条款。第3个的话肯定就是一个退款政策，点击这个编辑改成一个退款政策，点击一下更新。这种页面的话，我们可以做很多，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填。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3个链接的话，我们先点击这个查看，来回到我们左边这里有个 UX Blocks， 点击一下它，把我们的链接的话给加进去。点击这个使用 UX 进行编辑，把我们隐私政策这个页面的链接复制一下，然后加到我们这里有个隐私政策，这里有个链接，我们把它加进来，编辑，选中它这个链接，我们把它加进来，点击这个启用一下。可以点击 OK。第一个服务条款也是一样的，点一下它，这里编辑，这个隐私政策都是一样的。3个的话，我们把它分别加上一个链接就可以了。这个退款政策的话，我们也复制过来，选中它，加这个链接，加上一个链接就可以了。启用一下，点击 OK。点击一下更新一下。接下来来到我们的首页，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拖到我们最底部，这里有个退款政策，我们点击一下它。它就会跳转到我们这个退款政策的页面。这里的话我们已经设置成功。我们回到我们首页，点击这里有一个自定义，我们点击这个 WooCommerce， 把我们刚才的隐私政策加进来，点击这个结账。在结账页面的话，这里我们可以有个隐私政策页面。这里我们选择我们刚才建好的隐私政策，直接加进来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发布。下一步的话就非常重要，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收款。因为做电商的话，收款也非常重要。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启用一个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银行卡支付，或者说用 PayPal 支付，那都没有问题。我们来一起来设置一下。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进入我们的网站的后台，点击左上角 W 进入我们的网站后台。我们先来安装几个插件，点击左边插件，安装新的插件。那我们要安装的第一个插件的话叫做 Stripe。那我们选择这个 Payment Plugins for Stripe WooCommerce， 我们选择这个。它里面有2个，大家不要装错了。我们安装这个有5颗星的这个，点击一个立即安装。Stripe 的话就是条纹，它是一个全球非常主流的一个收款平台它支持全球10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个收款都没有问题。等一下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来注册它的一个账号。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搜索另外一个 PayPal 的话也是世界上非常主流的一个插件。我们的网站最好都要支持这些支付的一些功能。PayPal 的话，我们再往下面拉，这里也有2个，我们选择5颗星的这个，就是这个 Payment Plugins for PayPal WooCommerce， 我们选择安装这个5颗星的这个。PayPal 的话，它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收款平台。如果说你想在你的 WordPress 网站里面进行一个收款，那你首先需要一个 PayPal 的账号。WordPress 里面收款账号的话，它是有要求的，你必须要用你的一个公司去注册的 PayPal，
才具有一个收款的功能。如果你用个人的一个账号的话，它是收不了款的。接下来我先来教大家怎么样注册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账号。不支持我们中国大陆，但是它支持我们中国香港。如果说你有香港的一个身份证，我相信大家肯定没有，还有一个香港的银行卡，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注册。那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怎么办呢？那首先如果你没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身份证，但是你可以去办一个护照，同样可以用护照进行注册也没有问题。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地址选择香港，但是我们的一个填那身份证号的时候，我们就填入我们的一个护照。办护照的话也非常简单，那你直接去派出所办就可以了。大概办的时间的话，也就价格办护照的话也就100多块钱，可能150左右，7天左右就拿到你的一个护照了，也没有什么门槛。那你的一个银行卡，香港的银行卡怎么解决呢？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万里汇的一个工具，相关链接的话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在万里汇里面的话，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虚拟的一个香港银行卡，那你只需要用你的一个真实信息先去注册一个万里汇的一个账号，进入后台的话就可以来生成。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注册万里汇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个账号类型的话，我们选择这个电商账号，点击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所有的一些真实的信息，那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大家点击注册。那注册好我们的一个账户以后的话，我们来到一个万里汇的一个后台。后台的话，这里有个申请收款账号，我们点一下它。收款账号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用的是 Stripe， 我们需要通过 Stripe 这个收款，我们需要通过 Stripe 进行收款，我们选择它。我们点击一个申请，你可以选择港币，因为我们注册 Stripe 的时候，我们选择港币，点击申请就可以了。申请好以后的话，它这里就会给你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那你有了这个香港的银行账户以后，它就可以来到 Stripe 进行一个注册。我们点击右上角，我们点击这个开始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填入你的一个用户名。这里国家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香港，选择 Hong Kong。这里的话设置一下密码。这里上面填入你的邮箱，下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全名。邮箱的话需要你的一个真实邮箱，名字的话就是你名字的拼音，全部的话需要进行一个大写。是张三，你就想张三；是李四，你就填入一个李四。姓在前，名在后。填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下一步。这个时候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个邮箱，你要进你的邮箱里面进行一下确认。打开我们的一个邮箱，现在看到我们的一个邮箱，Stripe发过来邮件，点击这个确认一下。这里我们需要点击这个按钮，激活我的一个付款方式。这里的话，你的地方的话还是选香港。这里类型的话，生意的一个类型，我建议大家选择一个个人，选择这个，点击一个继续。第一个是名，第二个是姓，这是邮件地址。这里正确填入你的一个生日。这里的所有的信息的话，大家都要如实的填写。那你的一个地址，我会选择一个香港的一个地址，你是九龙香港大家都可以。下面地址的话全部要填写完。地址的话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用一个在线地址生成器来生成一下。我们打开 Google 搜索香港地址生成一下，或者你直接找个第一个吧。点击生成，你看下面的话它会随机帮你生成。比如说我们选择九龙，点一下它九龙，然后把我们的生成好的地址复制过来，填好以后，这里电话号码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中国，这里面选择中国，后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手机号，一定要填真实的一个手机号。那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护照的一个地址，因为等一下它会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认证，这里的话一定要填。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个继续，选择你商业的一个类型，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尽管填。我们点击，比如说我选择第一个软件，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网址，你可以把你刚才申请的域名网址填进来。现在如果你暂时没有的话，你可以先随便填一个。你的一个生意类型，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填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收款的时候显示的一个名字。这里就是比如人家在你结账付款的时候，它会显示的一个名字。填入手机号继续。这里的话就要填入你的一个银行卡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刚才的话已经用万里汇的话申请了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我们点击这个店铺管理，这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香港的一个收款的账户。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详情，它会显示你所有的一个
账户的一个信息，可以点击这个查看一个账户的一个详情这里的话它会显示所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账户信息，那我们只需要按照它里面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填进来就可以，填进以后点击一个继续差不多后面的话都非常简单了。接下来的话呢，要叫你设置一个2步验证，那这里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个 Google 的一个验证器来进行也没有问题，你可以设置一个安全的一个密钥也可以，我们点击这个，或者说你点击这个使用短信也可以，短信的话你直接填入你的一个手机号就可以了。我们这里点击这个使用一个安全的一个，我们这里使用手机号，点击这个我继续想使用手机号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手机号，点击一下确认就可以了，继续点击继续就行了后面的话都非常的简单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后台。你第一次进来注册以后的话，等一下的话，它还会叫你扫码扫一下脸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验证你根据它的要求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填写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只是测试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给打开这样的话你正在使用测试数据，那它不会真的扣钱。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余额，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设置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设置，这里有个付款，大家可以点一下付款这里有支付方式，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这里支持银行卡，支持 PayPal， 支持 Line， 还支持微信支持支付宝付款任何都可以，都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册这个 Stripe 账号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支持我们的微信，支持我们支付宝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独立站，全球的一个商店的话这些支付方式非常非常的重要。前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打开当你的网站的话真的运行好以后，你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测试模式关闭。我们这里模式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测试，我们选择这个测试如果真的上线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上线的话你就选这个同时的话这边的话我们也把这个打开。我们 Stripe 账号注册好以后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插件已安装的插件，然后把我们刚才安装好的2个 Stripe 和我们的 PayPal 的话，这2个启用一下，勾上以后点击一个启用，设置一下我们的 Stripe 怎么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后台。我们点击左边的 WooCommerce， 这里我们选择这里有个 Stripe by Payment Plugin， 我们选择它。等一下我们设置好以后的话，就可以用我们这个进行一个付款。你可以看到右边，比如说支持一个银行卡微信PayPal 都可以。我们现在就来设置一下，来到这里有个 Stripe by Payment Plugin， 我们点击这里有个设置。设置以后的话，我们选择这里有一个这个模式的话，测试的话我们改成一个在线这里的话点击连接到我们的 Stripe 的一个账号，可以先登录一下我们的 Stripe 账号，登录好以后等一下直接就可以连接过来。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后台如果你是在测试模式下，你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可以先把它打开当你正式你网站上线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启用，测试模式关掉就可以了。这里点击一个连接到我们的 Stripe 账号，点击一下它，这里选择我们这个 Stripe 账号，点击一个连接。好，连接好以后呢，它会自动把我们里面这个 API key 的话自动填进来如果你要上线的话，这里一定要点击一个上线左下角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再把我们的 PayPal 的话给连过来。PayPal 我们选择这里有个 PayPal by Payment Plugin， 方法一样，点击这个设置。如果你的 PayPal 企业账号注册好以后的话，就可以直接来到这里设置如果你还没有注册好，你可以先跳过这个步骤方法一样，我们点击这里连接到我们的 PayPal 账号。那我现在登录我的一个企业的一个 PayPal 账号，登录好以后它会自动连接你点击这个同意并连接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已经弄好了，我们点击返回。返回以后的话，它会自动把我们的一些密钥的话自动填进来，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我们来到我们的账户和隐私这个页面，那我们把这2个勾去掉，我们把前面4个的话把它勾上，就是允许客户在结账时登录现有账户，允许客户在结账时创建账户，就这几个，大家反正把上面几个勾上就可以了。那第一个的话你也可以不勾，允许客户在没有账户的情况下下单也可以，那就把这个勾去掉也行选好以后点击这个保存更改。我们再来到我们这个付款页面，我们来点一下它前面的话这里有一个因为我这个网站要测试，我先把这个货到付款给打开。货到付款大家一定不要开没必要开因为我今天测试用我才把它开一下往下面拉，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个 Alipay 就是支付宝，我们把它打开。
这里有个微信，就是 WeChat， 就是微信的，我们把它打开。再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 Paper， 也把它打开。现在打开完以后，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更改。现在我们去我们的首页看一下。我们随便点开一个产品，我们来看一下。点击右上角这个购物车，你可以先加入购物车，点击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启用的一些，比如说微信支付、PayPal 银行卡这里的话都会显示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点击一下配送，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店铺的一个运费。运费的话，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个增加配送的一个区域。这里比如说我要发送到美国 USA， 我可以写上一个配送区的名字。配送的范围你这可以选一下。比如说你要配送到哪个国家、哪些地方，这里都可以选。比如说我美国下面哪些地方你都可以选。那如果全部的话，你就选个美国就可以了。这里增加一个配送方式。运费的话有3种，一个是包邮，第二个的话可以设置运费，还可以设置一个本地的一个字体。比如说我们来设置一个统一的一个运费的话，点一下它，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运费。这里税状态我们点击一个5，成本的话，比如说发到美国我收多少运费，这里可以填一下，创建保存，这样的我们的运费就设好了。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免运费，比如说免99，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设一个免运费，满多少钱可以免运费。同样的，点击一个增加配送方式，点击这个免费配送，点击继续。那这里要求的话，我们可以设置，比如说最小订单金额我们必须要满99才可以保邮，我们可以设置一下。点击一个创建保存，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返回到这个配送区域。还有其他国家你还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除了美国，那你还可以设置，就比如说新加坡、意大利这些每个国家对应的运费你都可以设。如果没有设的话，就是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统一的运费。我们点击编辑，这里增加一个配送方式，统一费率，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我可以设一个一样的运费。税减65，比如说其他国家我可以收贵一点，收个运费25，创建保存就可以了。点击配送区域，那我们这个运费模板的话就差不多设好了。那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来设置一下这个运费。好，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结算页面，我们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在美国，左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国家，比如说我这里只要不是美国，统一是25，这里的话都会显示出来。如果是美国的话，我设了满99可以包邮了，这里我就可以选择这个免费配送，它就不会收取运费。下面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支付方式。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把税费的话直接算在里面。如果你的东西要销往美国、销往其他国家，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税率问题。税率的话，我们可以手动加，用里面的一些插件的话来帮我们加也可以。那怎么加呢？我们先回到我们的WooCommerce， 点击这个常规。常规的话，我们下面拉这里有个启用税收功能，我们把它勾上，点击一下保存。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税。税的话，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手动设，也可以，我们可以手动设。当然的话，也可以等一下我会教大家用一个插件来设，也可以。但是那个插件支持的国家地区有限，所以这个手动设置你们也需要学一下。点了税以后，我们点击这个标准税率。我们来设置一下不同的国家它收的税的话不一样。比如说我来设置一下美国，美国的话就是 US。那因为美国它每个城市的税率都不一样。如果是美国的税率你不知道，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来搜索一下。搜索一下，有些网站的话它会给出具体的。你看它这个地方每一个州的话，它的一个税率的话都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华盛顿是 5.4， 每个地方的话它都不一样。这里的话我看了一下每个地方，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居中的一个价格，有些是6，有些是8，有些是7等等。如果说前面它每个州都不一样，你想统一设置一个，比如说我设置一个6，你直接加个6就可以了。运费里面不包含，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那我们统一对美国的税率的话设置成一个6%。当然这样设置起来确实有点麻烦，等一下我们用插件来设的话，它会一键帮我们设好，就比较简单。设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我们来看一下它显示的一个税率加收进来的一个效果。随便点开一个产品，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区域结算一下。你看，因为我这个地区选了美国，它这个税的话就自动就帮我加进来，我设了6%，它会自动加进来。那如果其他国家你没有设置的话，比如说我换一个摩纳哥这里面它就不会有税。那你设了的它就会有税，你不设的话它就没有税。那接下来我教大家用插件来设置，插件的话就比较简单。
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插件，点击这个插件，这里安装新的插件，我们来安装一个税收自动计算的一个插件。然后这里直接搜索一下这个 WooCommerce Shipping Tax， 就是一个税收插件。这个税收插件的话，它支持的国家的话是有限的，那有些国家的话它是不支持的。但是目前我们做的一些主流的一些国家啊，它都支持，所以说大家可以直接安装这个插件。第一个就是它，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这个插件安装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启用。启用以后的话，我们刷新一下。我们再来到 WooCommerce， 点击这里一个设置。设置的话，这次我们再点这个税。好，这时候呢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它可以连接到你的站点啊，我们可以来连接一下。点击这个连接。好，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个继续，它会向我们邮箱发一封电子邮件，我们需要去确认一下。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邮箱里面会收到这封邮件，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连接就可能。有时候可能它不能马上收到，你稍微等一会儿，应该等个3到5分钟左右啊，你的邮箱里面就会来收到这封电子邮件。你点一下这个连接，那这里点击个批准。好，它通过以后的话，它会自动回到我们这个页面。这里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明白。这里谢谢，点一下它，点击这个税，这里有个自动税率计算的话，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启用一下就可以了。点击启用以后，我们点击一个保持更改。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税率的话，每一个国家的话，它都会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计算。那接下来的话，我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我们的一个店铺的优惠券。我们点击左边这个营销，这里有个优惠券。因为我们在上面可以输入我们的优惠码，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这里我们可以创建我们的一个优惠码。这优惠码的话，直接可以点击这个生成优惠券代码，它可以自动帮我们生成一个。当然的话，你也可以自己设置一个，比如说我要优惠30%，你自己可以设一个，可以复制一下这个优惠码。这里优惠多少钱，固定金额或者按比例，比如说我优惠30%，那我这里写个30%，或者你优惠固定的一个金额就可以。这里优惠券的一个到期时间呢，你可以设置一下。这里使用限制我们可以来设一下。你需要花多少钱次？需要比如说满99才可以用这个优惠券呢，你可以设置一下。如果你留空的话就不限制。针对哪些产品可以用，你这里都可以来搜索一下。这里使用次数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每个客户它只能使用一次，你可以改一下。那它只能用一次，设好以后点击去发布。发布好以后呢，我们回到这个结算页面来刷新，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把我们刚才的优惠码的话给粘贴进来。使用优惠券，可以看到这里的话优惠了30%， 99的话就少了29.7块，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优惠券已经设置成功了。我们打开一个无痕窗口，我们来随便下单，下一单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处理订单的一个流程。随便我下面打开一个产品，打开产品以后，我点击这里有个加入购物车，这上面有购物车，我这里可以去结账。结账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来选择付款的方式，我们可以用支付宝、微信、PayPal、银行卡都可以。因为我刚才开了后台付款，我这里给大家演示，我就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点击一个下单，把这些信息填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下单就可以了。这次的话，我们就下单成功。下单成功以后的话，我们的一个邮箱里面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买家的邮箱里面他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比如说尊敬的某某某的话，如果我们是卖家，卖家的话，我们的邮箱里面也会收到一封新的订单消息。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这里 WooCommerce 这里有个订单，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就会显示我们刚才已经付款的一个订单，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地址。这里面的话，比如说就有它的一些，我这里随便乱填的，这就是它的一些账单地址、配送地址等等。状态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它这个地址的话来发货。当我们发完货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状态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已完成，然后点击一下更新。这个订单的话我们就完成了。当我们网站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插件，把我们的缓存插件打开。这里有个插件，我们把所有已安装的刚才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安装了一个缓存插件，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启用了。启用这个缓存插件的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网页的一个访问速度。最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开查看正填，来具体再看一下。我们如果说我们可以来具体看一下我们每个页面，看一下有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的网站就可以上线发布，进行一个推广了。我是有风，希望今天的分享的话对你有所帮助。本期用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工具，还有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那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遇到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懂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